韩姓家奴，休伤我哥哥！不真猛啊！要是能跟他较两下就好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竟然真穿越了，还成了袁绍的庶子。袁宁这个窝囊废，昨天挨了二公子一脚，不知道死了没？哼，死了才好。谁让他一个婢女生影的贱种，敢得罪了二公子？太憋屈了。是啊，连下人都敢骑在头上拉屎。既然这袁府容不下我，老子还不伺候了。乱世三国，凭我特种兵的本事，自己招兵买马，照样称王称霸。战神吕布，爷爷来了。走之前，先去会会我那便宜老爹袁绍。奴婢见过二公子。袁宁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见了我为何不下跪行礼？袁熙，你我同辈，这跪礼从何谈起？你个庶出的贱种，也配问我？袁熙，这就过分了吧？你这废物还敢还手！看来昨天给你的教训不够。来人！袁熙，你要想清楚，父亲今日就在府上，他可是最恨手足相残。手足相残？不，分明是你自己在院子里摔断了腿。你们说是不是？对，是宁公子走路不慎，自己摔断了腿。哼，还愣着干嘛？给本公子把这废物的腿打折！啊！怎么回事，二哥？你怎么摔了？混账！给我废了他！废了他！我的好二哥，用我这不值钱的庶子命换你高贵的嫡子命，好像很赚。你要试试吗？退开！宁弟误会，二哥跟你开玩笑的。不服？还想再试试？二公子，可算找着您了。主公有令，让几位公子速去大厅，有要事相商。既然是父亲传唤，我这就过去，有劳福伯了。你给我等着，这笔账老子回来再算。二公子这是怎么了？可能是二哥不小心摔了吧。宁公子既然也在，那便一同过去吧。好。你怎么来了？脸皮真够厚的。这议事大厅是你这窝囊废配来的地方吗？挨了一脚还敢嘴硬，要不要再补一脚？你哪来的狗奴才？没长眼睛吗？滚开！好香啊！这小厮是女人。这袁府重地，怎么混进个女扮男装的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多谢公子。小的告退。有意思。久闻袁二公子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一表人才，气宇轩昂啊！真兄抬举了，显义愧不敢当。孩儿袁宁，拜见父亲。既然来了，就一并拜见一下甄贤侄吧。袁宁见过甄兄，姓甄，看来是河北巨富甄家的人了。老头子把儿子都调来，怕是想跟甄家联姻搞军费。原来他叫袁宁，明明是个庶子，
却比那个嚣张跋扈的嫡子顺眼多了。员工，在下此番前来，一是贺您加封右将军，二来有个不情之请。哈哈，贤侄言重了。你我曾在大将军府共事，冀州亦需仰仗甄家支持，有事但说无妨，我断然不会拒绝。在下有一小妹，3岁丧父，被我视为掌上明珠，如今已到出阁年纪。听闻员公膝下朱公子是人中龙凤，在下想与员公结秦晋之好，亲上加亲。甄家小妹，莫非是传说中让曹家父子反目的洛神？不对，这种绝世美人，绝不能便宜了袁熙这个狗东西。果然是她，女扮男装，有意思。原来是这等小事，若是能与甄家结亲，实乃美事一桩。贤侄，你看上了我哪个儿子？尽管开口。一切全凭员公做主。长子袁谭已婚，自然不可。尚儿，你觉得呢？甄家乃河北巨富，我若能迎娶甄家小姐，得甄家鼎力相助，日后继承父亲基业，岂不手到擒来？父亲，孩儿愿为父亲分忧，迎娶甄家小姐。父亲，孩儿也愿娶甄家小姐为妻。你们都愿意，可甄家小姐只有一个，这让为父有些为难了。不如这样，你们兄弟比试一番，胜者迎娶甄家千金，如何？全凭父亲做主，孩儿定当全力以赴。老东西，自己也是庶出，却把庶子当空气，难怪日后落得个兵败身亡的下场。主公，在下认为不妥。元昊，有何不妥？今日既是为主公终子择亲，若只让2公子与3公子比试，未免有失公正，传出去恐惹外人耻笑。不妨让其余诸位公子一同参与，胜者名正言顺，方显主公麾下公子都是俊杰。不愧是刚正不阿的田丰，敢当面顶撞袁绍，若是能收归己用就好了。元昊所言倒也不无道理，你们几个谁有意愿，也可站出来与2位兄长切磋切磋。父亲，袁宁既然没胆子比，就别为难他了。平日里他连武艺都不修，就是个废物。他要是真敢站出来，孩儿3招之内就能将他打趴下。罢了，既然无胆，慢着，这比试我接了，我倒要领教领教二哥的武艺到底有多高超，不知死活的东西。既然你有兴趣，那便与你2位兄长切磋一二吧。阿宁，我长你几岁，多学了几年拳脚，别说我这个做哥哥的欺负你。这样吧，我持剑，你任选武器，我再让你3招，免得别人说我胜之不武。不必，我不需要武器，赤手空拳跟你打。二哥，这小子怕是得了失心疯，上梗着找死呢。好，好，好，既然阿宁如此狂妄，那为兄也就却之不恭了。废话少说，看剑。冷兵器我确实用得少，但对付你这种花架子，空手就够了。只要你轻敌，必定破绽百出。给我废了！你，二哥，就这点本事，也敢说3招把我打下了？这怎么可能？郝俊的身手，好过人的胆识，一招制敌，干脆利落。你输了，剑还给二哥。我堂堂袁家嫡子，竟然被这个废物庶子当众羞辱，这口气我怎么咽得下去？小畜生，去死吧！公子小心！无耻小人，你找死！不要！住手！若此刻一剑杀了他，不仅背上杀兄骂女，袁绍这老痞子也绝不会放过我。不能冲动，报仇不在这一时。
比试输了，竟还背后偷袭，真是有辱门风。这场比试本该点到即止，二公子背后偷袭确有失风度。反观元宁公子遇袭之后仍能保持理智，下手又留了性命，这份度量非常人所及。宁儿，纵然你二哥有错在先，下手也未免太重了，怎可伤他？老东西，果然偏心。我被偷袭丧命你不管，他受点伤你就心疼了。好，我就陪你演。父亲教训的是，孩儿知错了。这庶子武艺竟如此高强，若是接下来让尚儿与他比试，多半也是毫无胜算。难道真要把甄家的联姻拱手让给一个庶子？绝对不行！主公息怒，元宁公子方才确已手下留情，若非关键时刻偏离剑锋，二公子恐已当场陨生了。就凭这一点，元宁公子便值得称赞。不过今日见了血，接下来的比试恐怕不宜再动刀枪了。主公，刀剑无眼，极易伤和气。依在下之见，接下来的比试不如换个方式。对，伤了我任何一个孩儿，我都十分痛心。先带希儿下去医治。正南，你觉得换个什么方式为好？奇怪，这沈佩跟我素无往来，怎么会帮我说话？不对，他是在给袁尚找退路。见识了我的武艺，知道袁尚必败，就急着改规矩，无耻老贼！主公志在平定天下，单凭个人勇武说明不了什么，武略才更重要。主公何不趁机考教一下两位公子的领兵之能？武略，正南认为具体该怎么比？主公近来正与幽州公孙瓒交战，不如让两位公子分别率军去征讨公孙瓒，以3年为期，谁能打败公孙瓒，谁便迎娶甄家小姐，如此岂不公平公正？好一个公平公正！袁尚是嫡子，要兵有兵，要粮有粮，谋臣武将多如牛毛。我一个毫无根基的庶子，拿什么去打公孙瓒？这根本就是挖了个坑让我跳。正南所言极是，尚儿、宁儿，你们可有异议？孩儿全凭父亲做主，定当斩将夺旗，不辱袁家门风。宁儿，你呢？老东西，你这眼神，我敢说个不字吗？不过留在这深宅大院里被你们欺压，永无翻身之日，倒不如借此机会脱离你的掌控，自己拉起一支兵马，建功立业。既然父亲决定，孩儿毫无异议。好，既然此事已决，那便散了吧。宁公子，请留步。你是甄家的人，找我何事？公子，你刚才太冲动了，那分明是沈佩和三公子给你下的套，你怎么能答应呢？连你个小书童都看出来了，袁家那些大人物会看不出来？你既然知道，为何还要应下？三公子有袁公鼎力支持，你孤身一人，拿什么去幽州打仗？这与送死有何异？送死？小书童，你倒是挺关心我的死活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只是个下人，替我家小姐不平罢了。我家小姐才貌双全，若真因为这不公平的比试嫁给不喜欢的人，岂不可惜？回去告诉你家小姐，我袁宁从来不打没有把握的仗。这3年之约，我接了；甄家小姐，我也娶定了。若是有什么困难，你可以来甄府找我。这小丫头，元宁啊元宁，你小子藏得够深，这么多年在府里装废物，今日一举成名，倒让三哥刮目相看了。三哥谬赞。既然不装了，不如来三哥帐下干个一官半职，兵马将帅随你挑。让我去你手下，好把你这眼线安插在我身边，让我永无出头之日。这算盘打得真响，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。庶子，别给脸不要脸！你当真以为我看得上你那点能耐？既然看不上，三哥又何必强求？我还要筹备出征，恕不奉陪。三公子息怒，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，等他出了这元府大门，就知道世道险恶了。
正南先生，话虽如此，可这剑种若真拉起队伍，终究是个心腹大患。三公子太看得起他了，他在军中毫无根基，你我只需打声招呼，断了他的粮草兵源，他连个人马都拉不起来。到时候怕是连公孙瓒的面都没见到，就丢了小命，才明白三公子对他的好。那我们就等着看好戏。小妹，今日这袁家几位公子，你觉得如何？那袁家次子袁熙也算人中翘楚，可钟情？二哥别提他，此人轻浮狂妄，我不喜欢。倒也是，比试输了还恼羞成怒，背后偷袭，确实非正人君子。那袁家三子袁尚呢？相貌堂堂，日后极可能继承袁公大业。若嫁给他，我甄家也能一飞冲天。城府太深，我不喜欢。都不喜欢？莫非你相中了那个庶子袁宁？袁宁确实一表人才，武艺超群，比他兄长强出许多。只可惜他是庶出，毫无根基。今日袁公突然改变主意要比武略，分明就是在刻意刁难他。二哥，那怎么办？他若无法取胜，岂不是……小妹，你们素未谋面，为何这般向着他？二哥，你不知道，今日在后院，那袁熙蛮不讲理，还打了我一巴掌。若不是袁宁公子出手相救，我……什么？袁熙竟敢打你？好个蛮横的混账！幸好他没赢，否则你若嫁给他，岂不是悔之晚矣？袁宁品性高洁，又对你有恩，我甄家绝不当忘恩负义之辈。小妹放心，他没有根基，二哥帮他。二哥，当真？自然当真。公子，主公有令，封你为别部司马，拨部族一营，即日操练，准备出征。别部司马，一营兵马。主公交代，粮草军需，公子自行去仓曹调拨，小人告退。打公孙瓒就给1000人，我这好父亲还真是大方得很。1000人也罢，总好过光岗司令。当务之急是去拿足粮饷，早日离开邺城这龙潭虎穴。军机重地，闲人免进。今日仓曹院大人不在，明日再来。瞎了你们的狗眼，看清楚我是谁！你是何人？竟敢擅闯仓曹，不要脑袋了！看清楚，原来是四公子，下官公务繁忙，多有怠慢，恕罪恕罪。废话少说，我奉父亲之命领兵出征，按例来领3个月的粮草军饷，开平饮吧。公子有所不知啊，主公大军正与公孙瓒对峙，东郡那边又闹叛乱，处处都要粮，这府库里的存粮实在是不够了。库里没粮，你蒙谁呢？下官哪敢欺瞒公子，紧赶慢赶，只能给您先凑出1个月的口粮，您凑合着用，等秋收了再补上。1个月的粮草，大军开拔，走到幽州就得断粮，你让我拿什么去打仗？公子，下官也是按规矩办事，您若是不满，大可去向主公禀报，只要主公发话，下官就算砸锅卖铁也给您凑齐。好，1个月就1个月。一个庶出贱种也敢跟三公子斗，连饭都吃不起，我看你这兵还怎么带？到时候激起兵变，就有好戏看了。没有钱粮，那帮骄兵悍将绝不会服我将令。袁尚啊袁尚，你这招釜底抽薪真是恶毒。再过1月，便是我20岁生辰，弱冠之礼，人生大事有了。来人！公子有何吩咐？去，给我买几百份红底泥金的请帖来，越快越好。几百份？公子，买这么多请帖做什么？当然是办弱冠宴，我马上就要领兵出征，冠礼必须得在邺城提前办。可主公那边，我白日已向父亲请示过，他让我自己看着办。既然让我看着办，那我自然要办得风风光光。袁尚、沈佩，你们不是断我粮草吗？那我就从你们这帮邺城权贵身上狠狠刮下一层油来。我打着父亲的名号广发请柬，父亲的面子谁敢不给？
人可以不到，但这贺礼谁敢少给1分？你们送礼的我可能不认识，但是不送的我可记得清清楚楚。这第1张催财帖就送给你了，沈佩老狗。宁公子突然登门造访，不知找老夫何事？沈之中，我是来给你送请帖的。冠礼，这袁宁跟我不熟，我又是3公子的人，怎么把请帖送到我手上了？难不成想拉拢我，离间我与3公子的关系？宁公子啊，你有心了，只是最近主公忙于征讨公孙瓒，军务繁忙，老夫恐怕抽不出空去参加你的冠礼。无妨，我知道沈之中受父亲器重，日理万机，人不来没关系，礼到就行了。什么？糟了，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？沈之中，我的意思是，我的礼数到了就行，你来不来都行。这小子前几日被我授意扣了1半军饷，肯定是缺钱，打着冠礼的幌子来敛财了。可他是主公的儿子，我不去已是失礼，若连礼都不送，传到主公耳朵里实在说不去。公子放心，到时候我虽无法到场，但一定会命仆从送去1份薄礼，以贺公子弱冠之礼。沈之中，我真不是来向你要礼物的。公子不必解释，老夫知晓，你的礼数到了，老夫也不能失了礼数。既然沈之中如此客气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我还得给其他人送请帖，就不多叨扰了。不送。告辞。沈佩啊沈佩，你既然答应了送礼，那肯定不敢送便宜货，不然丢的是你自己的脸。反正我左右不吃亏。走，下一家。凡是投靠袁尚和袁熙的，一家也别想跑。送了就是白捡，不送我也不亏。袁宁这个废物，真是丢脸丢到家门口了，还学其他公子搞什么冠礼，请了全城权贵，结果人家根本不买账，全都是丢下礼物就走，估计连1桌客人都凑不齐。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咱们都得跟着被其他院的下人笑话死。谁说不是呢？袁公那么英明神武，怎么生出这么个废物儿子？嘘！这2个吃里扒外的贱婢，等我带兵出征，就把你们卖到窑子里，又能凑一笔军费。这么多好东西，拿去卖了，军费就有着落了。有了钱，就得赶紧物色几个信得过的人才，总不能凡事都亲力亲为。启禀公子，天别驾来了。田丰，他竟然来了，快请。袁浩先生大驾光临，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，快有请。宁公子，恭喜恭喜！过了今日，你可算是个大人了，日后顶天立地，成就定然非凡。承袁浩先生吉言，只是想展翅高飞，谈何容易啊！公子聪慧过人，又有一身不俗武艺，在这乱世闯出天地，也并非没可能。请。公子，今日不是你举行冠礼大宴宾客吗？这里怎么连1桌酒席都没摆？摆酒席费那劲干啥？反正除了先生，也不会有人真来。那你还特意去各大家族送请帖，这是想自讨没趣？袁浩先生，我办这冠礼本就不是为了请客，而是为了他们手里的礼。人来不来无所谓，礼到了就行。哦，这是何意？那日大殿上，多亏先生仗义直言，父亲才准许我参与比试，争取迎娶甄家小姐的资格。我虽击败了袁熙，但沈佩暗中作梗，改比武略，要赢袁绍难如登天。前几日我去苍草领军饷，那苍草院竟擅自克扣我1半钱粮，这点钱根本养不起手下的兵马，没有钱粮寸步难行。我只好出此下策，借冠礼之名敛财，充作军用。苍草院怎敢克扣主公之子的军饷？这背后多半是主公默许，或是沈佩暗中授意。妙，真是一步妙棋，不费吹灰之力解决军费，还能借机看清这偌大的邺城里到底谁能拉拢。我刚夸公子聪慧，没想到公子比我想的还要精明。有这等手段，日后不成才都难。先生谬赞了。公子，又有贵客到了。哪家的人？甄家。甄兄，你怎么亲自来了？快里面请。甄某不请自来，还望元兄恕罪。甄兄大驾光临，我受宠若惊还来不及，请。进去就免了，不请自来已是无礼，再进去打扰太过失礼。我只是顺道路过，还有要事，不便久留。听闻今日是元兄冠礼，特备薄礼，还望元兄切勿推辞。
告辞。真兄，亲自送礼是好，却又过门不入。人家这是想结交我，又怕比试结果未定，惹怒了我那2个哥哥，两头下注互不得罪，打得一手好算盘。今日多谢先生赏脸，这杯我敬您。元宁公子，眼下你这军费算是有了道路，接下来你可有什么目标和打算？来了，这是要考教我来了。先生刚才问我有什么打算，我手下无兵无将，自然是先拿这笔钱招兵买马，在军中静养1月，熟悉事务再说。稳妥。公子没有从军经历，先熟悉熟悉，真遇战事也不至于手忙脚乱。不过，老夫刚得到消息，沈佩和袁尚那伙人正打算集结兵马去剿黑山贼，想借此在主公面前立功。先生的意思是让我也跟他们去争这剿贼的功劳？非也非也，黑山贼岂是那么好对付的？公子不必急着去抢功，当务之急是尽快拉起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精锐。看来先生已有高见，小子愿闻其详。东郡太守臧洪，公子可有耳闻？前几日去苍草岭军饷，倒是听人提过一句，说东郡发生了叛乱，可是此人？正是，臧洪为报救度张超之恩，求主公发兵救援被曹操围困的张超，主公不允，他便举兵反叛，与主公决裂。这臧洪义薄云天，宁死不降，最后城破人亡，连爱妾都杀来给将士充饥。历史上这可是个宁折不弯的硬骨头，想要招揽他难如登天。臧洪此人善于治军，深得民心。主公虽扬言要派大军镇压，但实则极为爱惜他的才干，并不想真心杀他。公子若有手段，能将臧洪劝降招来，他手下的兵马和将才，便是公子日后讨伐公孙瓒最大的底气。先生这题目出得够绝，这臧洪连死都不怕，岂是那么好劝降的？言尽于此，方法老夫给了，至于能不能办成，全看公子自己的本事了。多谢公子款待，老夫告辞。考教我，这臧洪，我还真就收定了。这帮老狐狸真是抠门，表面上客客气气，送的都是些不值钱的破烂。拆了1个多时辰，全卖了，顶多也就几10万钱，勉强够塞牙缝的。甄燕亲自送来的，还不肯进门，我倒要看看甄家这如意算盘里装的是什么名样。哇，20根金条，真他娘的有钱！这可是硬通货啊，1根金条抵得上好几万5铢钱，这20根加起来足足上百万。我跟着甄家非亲非故，他们犯不着下这么大的血本讨好我。这手笔，看来是甄家小妹在背后帮忙。这份情我元宁记下了。沈佩啊沈佩，你想在苍草卡我的粮饷，逼我低头，做梦！有了这笔钱，我手下的人马半年都不愁吃喝。军费解决了，接下来就该去会会我那帮好部下了。正南先生，你听说了没？那个废物昨天办冠礼，府里连个响动都没有，真够寒酸的。公子，我听说不少家族都派了人去送礼，按理说不该如此冷清。热闹个屁！那些人就是派个下人送点破铜烂铁，连留下来吃席的都没有。父亲连去都懒得去，他这冠礼就是个天大的笑话。说的也是，那小子还舔着脸给我送请帖，我碍于主公的面子，随便打发了点东西。不过，不对，很不对劲。先生，怎么了？那小子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办冠礼，还给全城权贵发请帖，这根本不是为了冠礼，是为了敛财。敛财？前几日我刚跟苍草打过招呼，扣了他1半的军费，他府上又没积蓄，这分明是借着冠礼的名头，光明正大的凑军费。无耻下贱！亏他还是我袁家子弟，居然用这种市井无赖的手段骗钱，传出去，我4世3公的脸都被他丢尽了。此子比我想象的要狡猾，居然这么轻易就化解了咱们的第1道杀招，看来以后得把他当成真正的对手了。先生多虑了，就算他凑到了军费又怎样？带兵打仗可不是有钱就行。公子的意思是，他一个没上过战场的愣头青，想压住那帮骄兵悍将，痴人说梦。我已经跟那营里的军司马打过招呼了，只要他敢去，
保准让他站着进去，横着出去。公子英明，那我们就坐等看好戏了。走了1个多时辰才到，袁绍把我发配到这么偏僻的鸟地方，这营里的兵马估计连杂牌军都不如。我乃新任别部司马袁宁，带我去中军大帐，顺便叫你们军司马滚过来见我。是，司马里面请。半个时辰了，你们军司马是腿断了还是死了？回司马，我已经去催过3次了，可好大的排场！你去传我的死命令，让营里团长以上的所有将领立刻滚到大帐来见我。1炷香之内，谁敢不来，军法处置，后果自负。是，小人这就去。末将高览，舔居屯长一职，拜见司马。你说你叫什么？高览？回司马，末将确实叫高览。高览，河北4廷柱之一，能跟颜良、文纣齐名的猛将，居然在这个破营里当个小小的屯长，真是暴殄天物。看来我今天是捡到宝了。怎么就你一个人？军司马呢？2个区长呢？其他屯长都死哪儿去了？军司马和其他将领昨夜在营中聚饮，现在尚未酒醒。好得很。军中禁酒，他们不仅喝，还给老子宿醉。明知道新官上任，这是诚心要把我的脸踩在脚底下呀！不用想也知道，肯定是袁尚和沈佩在背后搞的鬼，买通了这帮兵米给我下马威，想架空我，门儿都没有。高览，前面带路，我倒要看看这帮废物到底喝成了什么烂泥呀！遵命。聚众饮酒，还敢在军中聚众，这帮狗东西真把军营当成赌场了！吵什么吵？高览，末将在。把这几个狗东西全都给我绑了，按军法处置。这些人官职都比我高，袁宁虽是袁家公子，可毕竟是个不受宠的庶子。要是日后失势，秋后算账，倒霉的可是我。怎么，我的话不管用？这眼神绝不是在作秀。他若想掌控这营人马，这就是我高览翻身的机会。拼了！末将遵命。来人，把这些违反军纪的全给我绑了！哪个不长眼的狗东西敢绑老子？活腻歪了是不是？高览，你个小小屯长，敢造反啊！哪个狗东西敢打你杜爷？我袁宁打的，怎么不服？没听说过，这里是军营，本将是这里的军司马，敢打我，找死！公子小心！公子居然有如此武艺！脖子，继续吧。传令下去，鸣鼓巨将，全军校场集合。诸位将士，本将名叫袁宁，是新任别部司马。今日本该是本将上任第1天，可军司马杜敬等人公然在军中聚众饮酒，宿醉赌博，无视军规，败坏风气。我问你们，按大汉军规，该当何罪？回将军，当罚50军棍。好，那就打50军棍。来人，把杜敬按倒，给我狠狠的打，以儆效尤。混账！袁宁，你敢打我？老子可是3公子的人，怕了吧？我是给3公子办事的。你一个废物庶子，若是敢动我，3公子定饶不了你。袁宁，识趣的现在就把我放了，这事儿我当没发生过。你还是你的司马，我还是我的军司马。否则怎么？没有你，我还带不了兵不成？正愁找不到这帮烂泥背后的主使，原来真的是袁尚。本来只想打几棍立个威，既然你自己把脖子伸过来，那就别怪我下死手了。你听没听过？天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你想干什么？天子违规都要受罚，你一个小小的军司马还想搞特殊？你们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打！50军棍，一棍都不许少。袁宁，你不得好死！不关我们的事儿，都是杜敬逼我们干的，是他收了3公子的钱，要给您难堪啊！饶命啊！收钱？仔细说说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是3公子。3公子昨日派人给杜司马送了一口大箱子，里面足足有10万钱。他让杜司马带头闹事，架空您，让您没法指挥兵马呀。杜司马拿了钱，又有3公子撑腰，这才敢聚众饮酒。袁尚为了给我使绊子，还真是下了血本。一个士兵1年俸禄才2000钱，这10万钱足够买断杜敬的狗命。高览，末将在。
带人去把杜静的营帐给我抄了，那10万钱一分不少的全给我搬出来，充作军费。诺，众将士都跟我走。至于这几个从犯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每人杖责20，革除军职，打完直接扔出大营。将军饶命啊！这帮害群之马一走，军营里的管理位置就全空出来了，正好换上我的人，彻底掌控这支兵马。不过我还缺个有威望的人帮我统兵。高览，你入伍几年了？回将军已有5年。5年了，屡有战功，却还只是个小小的团长，你可知为何？末将不会阿谀奉承，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。哈哈哈，好一个不愿同流合污！本将初来乍到，正是用人之际。你今日敢站出来拿人，说明你眼里还有军法。高览听令，末将在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这支兵马的军司马，你可愿意追随本将？您说真的？末将寸功未立，怎敢担当此等重任？我说你当，你就当。怎么，不愿意？末将高览愿誓死追随将军，效犬马之劳，万死不辞。当众提拔高览，既能树立我唯才是婿的形象，又能彻底把他绑在我的船上。边上的探子就算在下面看着，高展也只能死心塌地跟我。将士们，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人不服我，觉得我是个废物庶子，带不好兵。我只知道你们参军图的是能吃饱饭，能升官发财，能让家里的爹娘妻儿过上好日子。跟你们讲什么保家卫国都是虚的。出来当兵图的是什么？不就是为了吃顿饱饭，为了升官发财，为了家里的爹娘妻儿能过上好日子吗？抬上来！都给老子睁大眼睛看清楚！你这么多钱摆上来干什么？难不成是要给我们发军饷？想不想要？哈哈哈！既然想，那就给你们。肃静！急什么？这里有10万钱，人人有份。今天每人先发100钱当见面，但是想当我元宁的兵没那么容易。我的兵必须悍不畏死，令行禁止。军营里不养废物。只要你们按我的规矩操练，以后的军饷每月按时足额发放，比其他军营高出1倍。做不到的，现在拿了路费马上滚。若是拿了我的钱，还想在军营里当兵痞混日子，刚刚被拖出去的杜静，就是你的下场。听明白没有？誓死追随将军！誓死追随将军！叫什么名字？回将军，小人叫铁柱。好，铁柱，以后跟着我好好干，包你吃香喝辣。杜静那帮蛀虫一清，军中将领空缺不少。阿福、阿禄，公子，从今天起，你们俩下放基层，各领一个屯，多听、多看、多练，充当本将的耳目，别给我丢人。谢公子提拔，定不辱命。高司马，剩下的区长、屯长空缺，你可有合适的人选举荐？这将军要末将举荐，军中人事向来由主将独断，将军如此信任末将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你在这军中待得久，你推举的人我信得过。末将定不负将军重托。军中确有几位有勇有谋之士，只因不愿巴结杜静，一直被打压在底层。将军，这3位是李达、赵虎、孙大牛。拜见将军。高司马力保你们，说明你们有真本事。从现在起，你们就是各营的区长和屯长。将军知遇之恩，我等万死不辞，愿为将军效死。气煞我也！元宁，这个贱种，竟敢杀了本公子的人，他眼里还有没有我？正南先生，你立刻带人去，把那贱种给我抓回来，本公子要亲手废了他。公子息怒，为这点小事气坏了身子，不值当。小事？他这是在打我的脸。公子现在派人去抓他，恐怕正中了他的下怀。此话何解？主公最恨兄弟相残，您若此时动用私兵拿人，传到主公耳中，岂不是坐实了打压兄弟的恶名？为区区一个元宁，坏了您在主公心中的形象，得不偿失啊！难道就这么算了？杜静死了，我们安插的人手也全被拔除，就眼睁睁看着他做大。公子怕什么？杜静罪不至死，元宁擅杀军中将领，这可是大罪。我们只需去主公面前参他一本。对呀，去父亲那儿告他一状，就说他目无军法，滥杀无辜，父亲定会大怒，到时直接削了他的兵权。对了，郑南先生，我出征太行山之事准备的如何来了？公子放心，已征调纯玉琼将军统领，此人乃西园8校尉出身，与主公有旧，对公子更是忠心耿耿，不在话下。好，有郑南先生为我谋划，万无一失。
过2日我便随军出征，定要立下大功，让父亲对我刮目相看。接下来，各队就按照这个方法进行操练。将军，这法子好，俺们以前就是瞎练，俺茅塞顿开。对，拿了将军的钱就得玩命练。高司马，有话但说无妨。公子，有一言，末将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讲。公子的操练方式闻所未闻，末将愿意一试。只是此法对士卒体能粮草紧张，将士们每日稀粥果腹，恐怕粮食供应紧张。袁公麾下10万精锐，粮草优先供应。我等这营兵马向来只给1半口粮，饿不死便算好的。没力气如何操练？原来如此，连饭都吃不饱，怪不得士气涣散，毫无战力。传我将令，从今日起，全营将士口粮翻倍，3日之内必须见热。上头可1文钱都不会多给，全要您自己承担啊！我元宁的兵不能饿着肚子上战场。高司马，还有问题吗？末将再无二话，愿为公子效死，愿为公子效死。好，整顿兵马，明日出发，目标东郡。撤！公子，我们走了7日，终于到了，前方就是东武城。看来苍太守已经等着我们了。我们现在如何行事？大军就地扎营。高览，你随我进城，再派人送上拜帖，就说我元宁只带2名护卫，拜会城中情况不明，此举太过凶险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他若连这点胆魄都没有，也就不值得我亲自来这一趟了。去办吧。好。晚辈元宁拜见臧太守。你就是袁绍的儿子袁宁？家父正是袁绍。哼，袁绍的几个儿子可没你这么一号人物啊。说来惭愧，晚辈只是庶子，不得听说过，也属正常。一个庶子，袁本珠是手下无人了吗？派你这么个毛头小子来讨伐本官，也太看不起老夫了吧？臧太守，晚辈只带来了不到1000兵马，就敢来讨伐您，你也太看得起晚辈了。说的也是，你不过1000人，我这东武城近万军民，城墙坚固，你必不可能打下。那你小子既然不是来讨伐本官的，为何到此？晚辈前来是为搭救太守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小子，我没听错吧？你说什么？你来搭救本官？哼！就凭你那区1000兵马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正是因为知道此事，晚辈才执意前来，不愿看到太守与我父亲决裂，从而兵败身死。住口！小辈，这是在瞧不起老夫吗？臧太守，这不是晚辈瞧不起您，只是一个正常人都不会认为您能挡住我父亲的兵锋。臧太守有没有想过，你就这样死了，岂不是太对不起张超太守了？张太守对您何等信任，他兵败之时还惦记着您。您若就这样死在东武城，岂不是便宜了曹操？要知道，我父虽阻拦您救援，可实际上杀死张太守、屠戮他全族的是曹操。您就算有怨，也该把这气撒到那曹阿瞒的身上。您与我父两军交战，岂不是让那曹操坐收渔翁之利？此事若张太守泉下有知，岂能瞑目？小子，说的对，我不能就这么死了，我要为孟高兄报仇。曹阿瞒杀我孟高兄全族，此仇不共戴天。既然太守想要为张太守报仇，那就更不能与我父亲为敌。哼，袁绍那狗贼虽不是直接凶手，但他囚禁我3个月，若不是他，孟高兄说不定就不会死。臧太守，这只是您心中的幻想罢了。扪心自问，您麾下区几千兵马，就算到了兖州，真能左右战局吗？曹操兵多将广，吕布、张邈之流都讨不到好处，何况是太守您？我并非瞧不起您，而是事实如此。事已至此，张超太守已逝，您该想的是如何为他报仇。如今天下，我父亲乃是河北最强诸侯，想报此仇，唯有借助我父亲的力量。借助袁绍？小辈，
你当老夫是3岁孩童吗？袁绍与曹操互为盟友，相交几十年，他怎么可能为了我去跟曹操翻脸？臧太守，这便是身在局中不自得了。哦，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，我父亲与曹操皆是当世枭雄，一个雄踞河北，一个坐拥中原。如今的同盟不过是为了一致对外罢了。等我父亲解决了公孙瓒，曹操吞下了徐州，这天下就只剩他们2头猛虎。到那时，你觉得他们还能和睦相处吗？两虎相争只是时间问题。这些话是袁绍教你说的？我来此地，家父并不知情。况且，就算他想说，也绝不会派我这么一个不得宠的庶子前来。那你冒险前来，究竟有何目的？很简单，我要争夺袁家的基业。哼，你这小子野心不小，比你那几个哥哥强多了。只是你未免太大意了。老夫如今是反贼，你拉拢我，只会惹你父亲厌恶，对你毫无帮助。太守错了，你对我的帮助比任何人都要大。此话怎讲？我在邺城，那些重臣幕僚只会盯着我3位嫡子兄长，我拉拢不到任何人。我若是在袁府表现出半分夺嫡之心，恐怕早就没命了。所以，我唯一的出路，就是外出带兵，建功立业，用战功在我父亲面前争得话语权。眼下，我父最大的敌人是公孙瓒。幽州我够不着，但公孙瓒控制的青州却是我最好的机会。而您，臧太守，曾是青州刺史，在青州主政多年，若有太守相助，我拿下青州，岂不是多了几分把握？况且，您这几千兵马，也正是我急需的力量。你就这么肯定，老夫会帮你这个袁家的庶子？肯定，因为放眼天下，只有我能帮您为张超太守报仇。击败公孙瓒后，我父与曹操必有一战，届时我袁宁必已手握数万精兵。我向太守许诺，此生应为孟高太守讨还血债。好，好小子，有你这句话，老夫这条命就卖给你了。我虽愿意助你，可眼下我已经与你父亲撕破脸皮，他讨伐我的大军只怕已在路上了，这如何是好？臧太守，这反而是最不用担心的事。我父亲这个人，我最清楚，他平生最好2样东西，一是名声，2是人才，而您恰好就是他舍不得杀的人才。可我毕竟与他撕破了脸皮，所以这就要委屈一下太守了。只要能为孟高兄报仇，受点委屈算得了什么？你说，要老夫怎么做？很简单，我需要太守您演一出好戏。你这小子真是滴水不漏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城楼上的叛军听着，本将军奉主公之命，前来征讨叛贼臧洪。尔等若不想跟着他一起丢了性命，速速打开。宁公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张将军，你来得正好，这里的事情我已经解决了。解决了？臧太守深明大义，在我一番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的劝说下，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他愿随我去邺城，向父亲负荆请罪。原来如此，没想到宁公子竟有如此通天手段。既然臧洪愿降，那便带回邺城，听候主公发落。父亲，您可算回来了！您再不管管，那袁宁简直要把我们袁家的脸都丢尽了。献夫，何事如此慌张？父亲，您是不知道，袁宁那小子举办冠礼，广邀宾客，结果呢，他光收礼不设宴，现在外面都传遍了，说我们袁家生出个贪鄙无耻的庶子，连您的名声都受了牵累啊！这还不算完，
父亲您不是在调拨了1营兵马给他吗？这小子倒好，一上任就把您派去的军司马给杀了，还把所有的区长、屯长全赶出了军营。主公，三公子所言非虚，擅杀军中将领，擅行废立，此乃越俎代庖之大罪。他这是想做什么？他眼里还有没有您这个父亲？还有没有我袁家的规矩？依孩儿看，此子狼子野心，绝不能让他领兵。公子所言极是，否则丢我袁家脸面事小，他日酿成大祸事大。逆子，这个畜生，他竟敢如此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过来，我要亲自执行家法。是。主公，元宁公子已在府外求见。这个逆子还有脸来见我，让他滚进来。是。滚过来，跪下。这老头子今天吃炸药了，这么大火气。父亲，不知孩儿犯了何错，惹您生这么大的气？犯了何错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我问你，你举办冠礼，广邀宾客，却光收礼不设宴，把我们袁家的脸都丢尽了，可有此事？父亲，这您可就冤枉孩儿了。我本意是请邺城名流前来观礼，并非索要礼物。宴席孩儿也早已备下，只是那些权贵派人送来贺礼，人却不肯留下。孩儿总不能强拉着他们入席吧？我也是看在父亲您的面子上才广发请帖。若是不请，旁人岂不说我袁家子弟不懂礼数？岂不是更堕了我袁氏门风？好，这件事暂且不与你计较，但另一件事，又作何解释？为父封你为别部司马，你一上任就把我亲派的军司马给杀了，还将一众将领全部逐出军营，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？哼，小子，我看你这次还怎么脱身？没错，确有此事。不过父亲，此事事出有因，绝非孩儿胡作非为。哼，我倒要听听你有什么借口。父亲明鉴，军司马杜敬伙同众将聚众赌钱，烂醉如泥，此等行径严重违反军纪。我命人将他拿下，他竟敢武力抗法，孩儿不得已才施以惩戒。谁知他身子骨太弱，区区20军棍就断了气。放屁！元宁，你休要狡辩。杜敬乃父亲亲封的军司马，战功赫赫。你擅杀军中将领，若是传扬出去，天下英雄会如何看待父亲？必会说父亲管教无方，纵子行凶。一旦失了人心，这后果你担待得起吗？这狗东西真是咬着我不放。三哥，你这么激动做什么？说起来，那杜敬被我拿下时，嘴里还嚷嚷着说他是你的人，是你派他要给我点颜色瞧瞧。你血口喷人，父亲，您别听他胡说。父亲，这些都是小事。孩儿此次前来，是有天大的要事，向您禀报。宁儿向来胆小怕事，绝不敢擅杀将领，这事多半是尚儿在背后使坏。可尚儿毕竟是我最疼爱的儿子，总不能当众责罚他。罢了，算你事出有因。你刚才说有天大的要事禀报，到底是什么事？孩儿在军中听闻，父亲最近正为东郡太守臧洪叛乱一事烦心，所以前2日，孩儿特意率兵出征东部，为父亲分忧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率兵出征东郡？元宁，你疯了吧？你手下区1营兵马不过1000人，那臧洪手下可是有数千精锐，你带着这点人去东郡干什么？找死不成吗？宁儿啊，你有这份孝心，为父很高兴。这孩子初次掌兵，第一件事竟是想着为我排忧解难。看来平时我对这个庶子确实太严苛了。臧洪这个逆臣，公然背叛，着实可恨。不过你手下那点兵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如今你能平安归来，没有死在战场上，为父就放心了。父亲，好了，讨伐臧洪的事我已经交给张合将军去办了，就不劳你操心了。退下吧。父亲误会了，孩儿并未与臧洪交战，没打就对了，打起来你也是死路一条。孩儿只是进城与他攀谈了一番，便将其说服。如今臧洪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正在府外负荆请罪。你说什么？
臧洪在府外负荆请罪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臧洪可是公然造反的逆臣，怎么可能凭你几句话就乖乖投降？元宁，你就算想邀功，也撒个像样点的谎。宁公子，军国大事可不是儿戏，你若在此大放厥词，欺瞒主公，可是要治重罪的。父亲，孩儿所言千真万确，我亲自押送臧洪回的邺城，他此刻就在府外听候传话。若是半句虚言，孩儿甘愿军法处置。为了臧洪的事，我愁得夜不能寐。宁儿若真能兵不血刃解决此事，那可是天大的奇功啊！快让他进来！不，子元乃是当世名士，我必须亲自出去迎接。子元，你这真的是罪臣臧洪辜负了明公的信任，今日特来负荆请罪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见鬼了，这废物怎么可能真的招降了臧洪？快起来！子元能知错就改，重回我身边，便是我原本处最大的幸事。谁敢说半个杀字？我这个一向懦弱的儿子，竟然不费一兵一卒，立下了这等惊世奇功。他到底还瞒了我多少本事？元公，罪臣受人蒙蔽，竟把张孟高之死怪罪于您，致使你我心生嫌隙，罪臣惭愧至极呀！多亏宁公子点醒，我才知道真正该死的是那曹阿瞒。若非公子，我至今还蒙在鼓里。今日若是元公不肯原谅，我臧洪就跪死在这大门外。张超已死，臧洪如今只能死心塌地跟着我。今日他负荆请罪，我礼贤下士的名声一旦传出去，天下名士还不得抢着来投奔我？子元，快请起！你能认清是非，我怎会怪你？说到底，我也有错。若非我将你囚禁3月，你也不会对我心生怨气。拿掉！你我冰释前嫌，乃是一段佳话，何须如此见外？快随我进府。正南先生，真让这贱种办成了，兵不血刃，说降叛将。父亲这下要对他刮目相看了，我们怎么办？三公子莫慌，不过是耍嘴皮子说降个叛臣，又不是什么真刀真枪的军功，算不得什么。主公现在只是图个高兴，等会儿我们主动请缨征讨黑山贼，只要大获全胜，那才是威震三军的奇功。他元宁无兵无将，拿什么跟您斗？好，待会儿我就向父亲请命，明日亲自带兵去剿匪。主公，宁公子此番深明大义，劝说子元兄迷途知返，替主公解了心头大祸，实乃大功一件啊！对，元昊言之有理，宁儿这件事办得漂亮。这小子这次确实长脸，但武略大比在即，绝不能赏他兵马，否则日后尚儿还怎么赢他？也让他自己开口，我才好拿捏。宁儿，你立下大功，想要什么赏赐，尽管开口。要钱粮，袁绍抠门，肯定要不到多少；要官职，一个虚名毫无有用。我唯一缺的就是能带兵打仗的猛将。多谢父亲厚爱，孩儿为父亲分忧，乃是为人子的本分，不求什么赏赐。有功必赏，这是规矩。大胆说，既然父亲开口，孩儿便斗胆直言了。此次去东郡，孩儿初次掌兵，实在是毫无经验，加上之前的军司马杜敬因触犯军法被孩儿杖毙，如今军营里群龙无首，连个能教导孩儿的将领都没有。若是父亲真要赏赐，可否派遣一位将军去孩儿营中，从旁指点一二？这贱种居然不要钱不要官，只要个武将，他到底在盘算什么？原来只是这种小事。允了，为父麾下猛将如云，你想要哪一个，随便挑。颜良、文丑是他的心头肉，肯定要不来。太差的我又看不上，要选就选个有真本事，但他现在还不当回事的。父亲，孩儿对军中将领所知不多，不过去东郡时，在东武城见过张合将军。孩儿觉得张合将军颇有本事，不知可否让他来孩儿营中指点一段时间。这宁公子好毒的眼光。张合虽不是主公嫡系，但兵法谋略绝非等闲。张俊一啊，界桥一战他确实立了点功劳。既然你看中了他，那就让他去教导教导你。为父准了。多谢父亲成全，父亲不可。父亲，张合将军乃是帐下校尉，官职不低，让他去宁地这个新兵营里当教头，岂不是屈才了？这话虽如此，但为父金口已开，难道要收回不成？三公子言之有理，但主公一言九鼎，自然不能反悔，不如加个期限。对，父亲，让张将军去教导宁地可以，但总不能一直耗在他那里。以3个月为限，
若是宁帝3个月之内能做出点成绩，张将军留下也无妨。可若是3个月毫无建树，那便让张将军归建。毕竟父亲马上要与公孙瓒大战，正是用人之际，岂能白白浪费一员大将？上儿思虑周全，大局为重，不错。宁儿，你三哥的话，你可有意见？老三这是想逼我赶紧上战场送死啊，正合我意。有了张合和臧洪，别说3个月，1个月我就能翻天。三哥说的在理，3个月足够。宁帝果然痛快，正好为兄接下来的任务是去剿灭黑山贼，你要不要带上你的人马，跟为兄一起去？黑山贼都是些乌合之众，正好给你这新手练练胆子。有为兄罩着你，出不了事。多谢三哥好意，不过弟弟我已经有了目标。哦，宁帝想打哪儿？平原县。父亲，平原县介于幽州和青州之间。公孙瓒射回幽州后，此地兵力空虚，孩儿想先拿着平原县试试手。3个月内，孩儿必定拿下平原县，献给父亲。好，有志气，不愧是我袁家的种。平原县可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宁帝，你可别闪了舌头。三哥放心，弟弟言出必行，到时候还请三哥别忘了替弟弟向父亲请功。好，那为兄就祝你马到功成。正南先生，那个贱种到底使了什么手段，居然能让臧洪叛而复还？连张合父亲都一并赏了他。三公子息怒，臧洪不过是个虚名在外的墙头草，不得主公器重，手下也无兵无将。就算他铁了心跟着袁宁，也翻不出什么浪花。哼，话虽如此，但那贱种如今有了兵马，又立下军令状，若是真让他打下平原县，以后我还怎么压制他？必须马上把他扼杀在摇篮里。公子放心，那平原县可不是谁都能咬得动的。怎么说？平原乃是公孙瓒的重镇，城池坚固，袁宁手底下全是新兵，就凭臧洪和张合3个月想打下来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既然他这么有自信，咱们不妨再给他加点料。正南先生可有妙计？公子，我们可以暗中。好，妙啊！就按先生说的办，我倒要看看这次他怎么死。袁小子，你当真要去打平原县？军中无戏言，既然说了打，自然要打。你糊涂啊！你麾下不过1000余人，就算加上张合的部曲，能有多少？平原县连同幽州、青州，常年屯压着公孙瓒的3000精兵，没有数倍兵力去攻城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子元先生，平原县是幽州与青州的咽喉，不拿下平原，我怎么入主青州？没有自己的地盘，我又凭什么在这乱世立足？更别提以后帮你对付曹操了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我不拦你，但平原县绝非常力可夺。我对青州还算熟悉，那地方水很深。先生不妨细说。当年公孙瓒大破30万黄金残党，趁机占了平原，派田奎任青州刺史，平原县更是重中之重，曾有刘关堂坐镇，固若金汤。刘备、刘玄德这时候应该已经去徐州救陶谦了吧？可惜了，不然还能提前会会他。不过早晚他会被曹操追杀来投奔便宜老爹，到时候再见也不迟。不错，好在刘备去年去了徐州，如今驻守平原的是公孙瓒麾下大将单京，此人极难对付。再加上北海还有个孔融，你若动平原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单京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切不可轻敌，我这边派人去打探平原县的兵力部署，等摸清了底细再做打算。多谢先生费心。不过既然敢在父亲面前当众夸下海口，自然有万全之策。别说3个月，只需1个月，平原必定改姓袁。驾！这小子到底是狂妄，还是真有通天之能？罢了，老夫就舍命陪君子了。驾！公子，末将已看过调令，俊意此后但凭公子调遣。张将军不必多礼，我麾下正缺将军这等栋梁。只是我那5000兵马已按军令返回邺城，不过1000余新卒，
要攻打平原，恕末将直言，此事实在是难如登天。公子，平原县的情报已经到了，驻守平原的是公孙瓒心腹大将单京。此人虽是个遥领的燕州刺史，但手中握有3000精兵，而且这3000人若是强攻，绝无胜算。我军仅有1000人，而且大多还是新卒，区区3000兵马，何足挂齿？啊！单京，公孙瓒手下最会逃跑的废物，守城，他也配？高览，从即日起，给本公子死死盯住平原，任何风吹草动，立刻来报。是。我们也不必在东武县耗着了，全军开拔，向平原郡方向移动，边走边练兵，时不我待。公子，这是否太过仓促？军医将军，兵贵神速。遵命。小友，这就走了？不在我这儿多留几日，我还可以替你筹措些粮草器械，助你攻城。多谢紫元先生美意，但军情紧急，再等下去只会错失良机。好，既然你心意已决，我也不再强留。但是有件事，你必须答应我。先生请讲。老夫指望你早日拿下青州，替我报那血海深仇。我麾下兵马不多，但愿拨3000人马助你一臂之力，你必须收下。3000兵马不可，万万不可！先生，东郡有多少兵马，我一清二楚。你这5000人大半还是乡勇，现在一下抽到3000，东郡怎么办？何况曹操就在边上虎视眈眈，你一旦把3000人给我，这等于是自毁城邦。我这是在向你表明立场，你若连这点兵马都不肯接，我又如何信你日后能替我报仇？先生，好吧，攻打平原我自有把握，兵力并非越多越好，有时候反而是累赘。收下吧。先生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最多只能要1000人，剩下的人你必须留下，因为我还有一件天大的事，需要先生麾下有兵力才能办成。什么事？你尽管吩咐。先生身在东郡，与兖州唇齿相依。曹操此人狼子野心，我希望先生能派人时刻关注他的动向。另外还有一个人，吕布，此人也要盯紧了。算算时间，吕布马上就要被曹操赶出兖州，接下来就该滚去徐州了。这个天下第一的莽夫，用好了，可是对付曹老板的一把尖刀。吕布。好，老夫都答应你。关注曹操本就是分内之事。如此，便多谢先生了。30里，公子把营寨扎得也太远了。怎么，军医将军觉得不妥？若是攻城，大军走完这30里地，天都黑了，还打什么？我得去劝劝公子。公子，此地距离平原县足有30里，在此安营扎寨，是否为时过早？贤语正是。若要攻城，将士们长途跋涉，到了城下已是强弩之末。还请公子下令，把营向前推进25里，在城下5里处扎营。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靠得太近，别人不就把咱们这2000人马的家底看光了？公子的意思是？藏拙，距离拉远，平原守军想来打探虚实，事后一来一回就得累个半死。更何况，我断定，平原守军必会出城袭营。袭营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们连平原县的城墙都没摸着，他们凭什么敢主动出击？就凭他们觉得我袁宁是个不懂兵法的废物。若距离太近，他们一击不中，逃回去也容易。眼下这个位置，最适合关门打狗。这几日大军按兵不动。每日操练声势要大，多派斥候死死盯住平原县城门，连飞出来几只鸟都得给我数清楚。公子真觉得他们会来？不出数日必有动静。去准备吧，这是个大口袋，就等他们往里钻了。遵命。单京啊单京，我那好哥哥袁尚肯定已经把我的底细卖给你了吧？别让我失望啊！田兄，这信当真是袁本初那3儿子袁尚派人送来的？
千真万确，邺城的探子也传回了消息，袁家几个儿子正在暗中争权夺势。他袁尚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想借咱们的刀杀他的亲弟弟。豪门恩怨历来如此，袁尚不想看到袁宁立功，自然要把袁宁的情报透给咱们。区区一个庶子，也敢大言不惭说3个月破我平原。斥候来报，这小子吓得在30里外就扎了营，这哪里是来打仗的，分明是畏战胆怯。此举确实反常，多半是害怕不敢靠近。既然他不敢来，那咱们就主动出击。信上说，袁宁手里只有1000多东郡的乡勇乌合之众，这可是送到嘴边的肥肉。单兄的意思是袭营？不错，他没有清军冒进，说明防备松懈。我若率军趁夜突袭，必能打他个措手不及。狂妄小儿，居然胆敢说3个月破我平原县城，只需3天，我就把他打回邺城。最好生擒了这小子，交给主公，也好气一气那袁本初。主公与袁绍连番交战，屡屡受挫，确实也需要一场大胜来振奋军心。既然单兄心意已决，那便依你所言。不过夜袭之事，还需从长计议，确保万无一失。田兄把心放进肚子里，我亲自出马，率2000精锐，趁夜色掩护，直捣黄龙。他区区1000乌合之众，我定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此计可行。事不宜迟，我这就去准备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公子真是料事如神，那单经果然派人来袭营了。来得好，立刻传令，让张合率1000精锐潜伏在营寨外围死角。前2日让你们扎的草人，现在全给我摆上。末将这就去办。公子，斥候急报，单经亲率2000精兵，正从平原县直奔我军位置而来，要不了多久就到了。慌什么？这不是在计划之中吗？末将实在好奇，公子究竟是如何一早断言，这单经一定会来袭营？这算什么神机妙算？不过是我早早挖好坑，等着他往里跳罢了。这事儿还得好好谢谢我那三哥。三公子，我临行前故意在父亲面前大张旗鼓地说要拿下平原，我那三哥处处防着我立功，怎会轻易放过？我料定他会在背后使坏，所以主动把消息透给他。所以单经手里的情报是三公子给的。哼，不错，我不确定单经一定来，所以我让你们每日大摇大摆、磨磨蹭蹭的行军。只要单经知道我们来了，又看我们在30里外扎营，必定觉得我们畏战。区区1、2千人，对他而言毫无威胁。与其被动守城，不如主动出击。他若来，就是自投罗网；他若不来，咱们将士在此休养生息，怎么看都不亏。公子深谋远虑，末将心服口服。高览，你留守空营，看好草人。俊义，带上你的人，随我出去狩猎。遵命。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乳臭未干的小子也敢来攻城。哼，偌大的营地就放2个哨兵，连个巡逻的都没有，简直毫无防备。这就是在等我来偷袭。将军，敌军毫无防备，咱们是不是可以行动了？不急，夜还未深，等他们睡熟了，人困马乏之时再冲，定能一举擒下这小子。是时候了，上！生擒袁宁，正在此时。兄弟们，建功立业就在今晚！杀！敌袭，快跑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一群酒囊饭袋，给我冲！活捉袁宁，首功赏100金。将军，不对劲儿啊！怎么连个活人都没有？我们动静这么大，就算是死人也该惊醒了。这绝对是个空营。那我们撤吧。不，中军大帐就在前面，我不信他袁宁能长翅膀飞了。跟我过去看一眼。
不好，中计了！单京老贼，我家公子早候你多时了，放箭！将军，顶不住了，兄弟们全乱了！不可能，他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，凭什么识破我的夜袭？这绝不可能！兵不厌诈，给我杀，一个不留！是，不许退，给我顶住，迎战！撤！吹号角，全军撤退！姓袁的小子终究还是嫩了点儿。算准了我来袭营又如何？只要抓不住老子，这局就不算输。等我退回平原县，凭着坚城死守，我看你那1、2个人能奈我何？单京，你以为你走得掉吗？完了，前面还有伏兵，退路被截断了。不可能，情报上明明说袁宁只有1000兵马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？情报有误，袁尚小贼，你故意给我假情报，骗我来送死！想困死老子？做梦！都给老子冲！抓住那小子，此战必胜！贼将休狂，让你见识见识我袁宁的本事！好恐怖的力道！袁家那个庶子怎么会有这种实力？有点本事，再来！贼将已死，跪地投降者不杀。我想，别杀我！给将军报仇！冥顽不灵，送他们上路。去死吧！滚开！公子的武艺进步竟如此神速，这枪法不但熟练，而且招招致命，哪里像个初上战场的新手？单京已死，强者免死！别杀我！降了，我们降了！这就是真正的沙场，真是够残忍的。公子，外围残敌已全部肃清，单京受首，不降者皆已伏诛。二位辛苦了，高将军，咱们伤亡如何？回公子，此战虽是咱们提前设伏，大获全胜，但短兵相接时，我军仍阵亡20余人，另有几十人受伤。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，居然还有这么高的伤亡。公子，咱们的兵大多缺乏实战经验，真到了拼命的时候，难免手忙脚乱。不过敌军死伤更惨，剩下的全做了俘虏。打铁还需自身硬，经过今晚的血战，活下来的，以后就是精锐了。公子说的对，单京主力尽丧，平原县现在就是一座空城。张将军，今夜多亏你，若不是你，这帮人拼死反抗，咱们的伤亡绝对小不了。公子言重，此乃末将本分，不敢居功。我问你，刚才单京的人马冲营时，可有发现漏网之鱼逃出去？末将看到信号杀出时，已彻底封死大营出入口，敌军被咱们包了饺子，绝无一人逃脱。好，既然没人逃走，我倒有个大胆的计划，二位将军帮我参谋参谋。公子请直言。单京全军覆没的消息，平原县现在绝对不知情。咱们何不换上他们的军服，趁夜奔袭，去炸开平原县的城门？妙计！兵不血刃拿下平原县，
末将怎么就没想到？公子，此计甚险。万一对方提前得知单京兵败，或者山京留有后手，咱们这可是羊入虎口，自投罗网啊！富贵险中求，平原县现在定多剩下1000守军，若是等他们收到风声死守城池，咱们强攻必定死伤惨重。只要能骗开城门，那1000守军不足为虑，这险值得冒。既然公子已有决断，末将誓死相随。不过为了稳妥，咱们最好从这帮俘虏里挑些人同行，用他们去叫门，城中守军才不会起疑。若是城破，有他们在，也更容易劝降。好主意，这事交给你去办。挑200-300个怕死的，再找几个官大的，留200人看守营寨，其余人半个时辰后急行军。救！快，都跟上！天亮前必须赶到平原县。开门！快点打开城门！城下何人？张老三，是我。将军凯旋而归，还不快放我们进去！怎么就你们先回来了？单将军呢？单将军在后面押送俘虏，比我们晚一些到。开门！计划成功了，平原县是我的了。带你的人先上，张可，若无埋伏，发信号。弟兄们，跟我走。哎，你们怎么拿着刀？控制城门，反抗者杀无赦。全军出击，直扑府衙！外面何事如此喧哗？单京呢？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何会出现在老夫的府邸？哼哼，什么人？以后你就知道了罢了。放肆！我乃青州刺史田凯，你们敢动我？先压下去。高览，立刻带人接管4门，封锁全城，1000守军全部绞尽，敢有变动者斩！末将领命。带一队精锐，直扑府库。邺城那帮狗东西克扣我们军饷，老子自己垫钱只能撑3个月。今天，咱们必须在平原县把本钱捞回来。公子放心，这平原城现在就是咱们的钱袋子。公子，大捷！咱们不费一兵一卒，彻底控制了平原县，城中守军尽数投降。府库那边查抄的如何？发财了，公子！公孙瓒这师富得流油，粮草钱财堆积如山，足够咱们大军吃上整整1年。好，有了这些粮草，咱们短时间内再也不用为军需发愁了。还有呢？对了，城中马场里，咱们缴获了200多副上等盔甲，还有300多匹战马。多少？300多匹战马，千真万确，毛色发亮，全是好马。天助我也！我父亲手下10万大军，骑兵也不过数千。公孙瓒靠着白马义总横行北方，连这平原县都留了这么多战马。我正愁没有骑兵，这300匹战马就是我打造无敌铁骑的底子。这下彻底齐活了，立刻派人严加看管马场，少一根马毛，我拿你试问。诺，公子。公子，刚刚抓的那个叫田凯的老头还在外面叫骂，怎么处置？田凯，带他上来，
我倒要好好会会这位青州刺史。诺。黄口小儿，你暗算夺城，胜之不武，公孙将军绝不会放过你。是。田赤使，脾气还不小。看什么看？你就是袁家那个庶子？正是。你可比你爹袁本初狠多了。老夫在袁本初手里都没栽过这么大的跟头，今天居然折到你个小辈手上。单京那个蠢货真是误我。呵呵，田刺史过奖了。既然落在我手里，大家不如敞亮一点。公孙瓒下一步有什么动向？他的主力现在何处？要杀便杀，想从老夫嘴里套出半个字，做梦！压下去，严加看管。我知道你们都是跟黄巾军拼过命的百战老兵，今天败给我，不是你们不中用，是你们的将帅无能。我袁宁不强人所难，愿意留下跟我干的，我管你们1日3餐，3天吃1顿肉，而且按月足额发军饷，绝不克扣半文钱。3天1顿肉还发军饷，公子不是在哄骗我吧？其他诸侯能给口槽米吃就不错了。高览，把咱们的伙食抬上来给他们瞧瞧。都睁大眼睛看清楚了，跟着我家公子，天天有肉汤，顿顿管饱。若真能如此，我等愿誓死追随公子。愿追随公子。你们几个呢？公子，小人老婆孩子都在幽州，小人实在不敢留下，想回家。好，我不杀你们，但在城里给我干1个月苦力，把城防修补好。1个月后发路费走人。多谢公子厚命之恩。张合，末将在。这批人加上咱们原有的弟兄，一共3500人。你从里面挑出底子最好的，配上缴获的那300匹战马和盔甲，给我砸出一支精锐骑兵来。公子放心，末将等为您练出一支铁骑。太守，急报！平原县传回急报。哦，袁宁那小子撑不住了，要我派兵去救他。不是，袁公子把平原县打下来了，还生擒了青州刺史田凯。你说什么？他手里才2000人，平原县可是有3000守军，他几天就打下来了？千真万确，咱们派去的人亲眼所见，袁公子兵不血刃，拿下平原县城。这小子胆色过人啊！我原本以为他只是比他那几个草包兄弟强点，没想到带兵打仗这么邪门。有了平原县做跳板，整个青州就等于是他的囊中之物了。这袁家庶子是要一飞冲天啊！有意思，他那几个嫡出哥哥要是知道这事儿，估计得把牙咬碎。来人，在，立刻备马，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给我送到邺城去。我倒要看看袁本初听到他这个庶子立了这等奇功，那张老脸会是什么颜色。快去！诺。袁家这潭水终于要被搅浑了。听说了没？1000兵马打下3000人驻守的平原县，这也太神了！这袁宁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以前只听说袁公有3个嫡子，这又是哪冒出来的？听说只是个庶子，一个庶子都猛成这样，袁公真是天命所归啊！这次打公孙瓒，这袁宁怕是要一飞冲天了。二哥，这袁宁还真有点邪门，半个月就拿下了平原县。可就算他有点本事，又怎么争得过袁尚？袁尚可是袁公最疼爱的嫡子，接班是铁板钉钉的事。咱们不如现在就全力支持袁尚，说不定还能落他个人情。阿瑶啊，你眼皮子还是太浅了。二哥这话什么意思？袁尚是什么地位？我们现在贴上去，顶多算锦上添花，人家根本不会把你当成真正的心腹。就算他日后掌权，咱们甄家能得到的好处也有限。但袁宁不同，他现在一无所有，我们若是出资下注，那就是雪中送炭。日后不管他输赢，都会对我们感恩戴德。万一他笑到了最后，那就是小投资大回报。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以小博大，你难道忘了咱们甄家的立足之本？二哥高明，是我糊涂了。去，把这捷报给小妹送去，让她也高兴高兴。小姐，大喜事！小姐眼光真准。可是袁公子打了胜仗，快
快给我仔细说说。袁公子靠着奇谋妙计，才半个月就把平原县拿下了，现在全邺城的人都在夸他呢。瞧瞧你，一听到他的名字，魂儿都没了。三姐，你又取笑我。这个袁宁能把我们家向来沉稳的小妹迷得神魂颠倒，倒是让我越来越感兴趣了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他一定能做到的。小姐，这下好了，袁公子这么厉害，武略比试肯定能赢过那个袁尚。到时候二爷一高兴，同意了这门婚事，你就能心想事成了。哪有这么容易？袁家内部明争暗斗，没到最后一步，谁也说不准。不过，这已经让我很开心了。我相信他一定行。这逆子平时看着窝囊，居然半个月就打下了平原县，这岂不是显得老子以前眼光有问题？这是在狠狠打我的脸啊！主公，大喜事啊！宁公子仅凭1000兵马，半月攻克平原，大大长了我军士气。当初公子立下军令状，说3个月拿下平原，如今只用了半个月，可见公子能力卓绝。此等奇功，主公理应重赏，以资鼓励，让他继续为主公打下更多地盘。宁儿这次确实干得不错，理当……主公不可！正南何出此言？主公，袁宁此番拿下平原县城，算不得什么大捷。若就此重赏，难免让他心生骄横，于他日后成长不利。再者，主公上次已将张贺将军拨到他麾下，这等赏赐已是极厚，若再加封赏，只怕会惹人闲话，说主公偏爱庶子，公私不明。言之有理。那依你之见？主公别忘了，三公子半月前已率2万精兵前往太行山剿灭黑山贼，算算日子，此刻也该到了。不如等三公子得胜归来，再将2人一并嘉奖，岂不两全其美？张燕这伙毛贼确实是我心头大患，若显夫能拔了这根刺，却是大功一件。报！太行山急报！太行山，主公，多半是三公子打了大胜仗啊！好，今日真是双喜临门，让他进来。主公，快发兵救救三公子吧！你说什么？三公子大军抵达太行山后，淳于求将军苦劝公子在山下扎营，可三公子不听，非要率军突进，结果中了张燕的埋伏，大军死伤惨重啊！三公子现已退守真定县，可黑山贼死围城，主公若再不发兵，三公子危也。淳于琼是干什么吃的？他一个老将，怎能由着贤府一意孤行？2万精锐啊！诸位，我儿现身陷重围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主公，当务之急是速命颜良将军率军前往真定解围。对，传令颜良，即刻拔营。主公不可。有何不可？颜良将军正率军镇守边界，防备公孙瓒。若此时抽调鼎力，边界空虚，公孙瓒一旦发难，我军必有大祸。边界不是还有文丑吗？更何况公孙瓒现在自顾不暇，哪有功夫管我们？主公，兵者国之大事，不可行此险棋呀！我儿性命攸关，难道要我这个当父亲的见死不救？不必再言，速去给颜良传令，火速驰援真定。赏罚不明，任人唯亲，遇事慌乱，因私废公。袁本初这等气度，终究难成霸业。看来我该早做打算了。张将军，咱们拿下平原县好几天了，公孙瓒那老狐狸不会突然发兵来咬我们一口吧？城防是不是得再加强些？公子把心放肚子里，公孙瓒现在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哪有功夫管咱们平原县？哦，细说。公孙瓒杀了刘虞，惹了众怒，现在颜柔集结了汉胡数万兵马，主公又派了曲义将军率军会合，10万联军正围着公孙瓒打呢。他现在可没功夫管我们。原来如此，公子，公孙瓒虽不足为虑，但咱们身边还潜伏着一条恶狼。谁？
北海国相孔融。孔融，孔文举。正是，2年前孔融被黄巾军围困，是公孙瓒派刘备解的围。孔融欠公孙瓒一个天大的人情，如今咱们端了公孙瓒的平原县，孔融这时多半会打着报恩的旗号，派兵来咬咱们。孔融他不来还好，要是敢来，正好给了我一个攻打青州的理由。公子壮志凌云，可孔融再弱，手里也有上万兵民。咱们刚收编平原县，满打满算也就3000人，硬碰硬不是明智之举。3000打1万，确实有点硌牙。要想吞下孔融，就得有兵有粮。我打下平原立了这么大的功，邺城那边总该有点表示吧？战报送回邺城好几天了，怎么连个响都没有？按理说，送信的早该回转了。哼，本公子好不容易打下这平原县，给咱们那位父亲大人长了脸，他总不能连句夸奖的话都舍不得给吧？公子，喜事，大喜事啊！什么喜事？袁公派使者来了，就在府外候着呢。看见没？嘉奖这不就来了？恭喜公子，主公定是送兵马粮料来了。走，跟我去瞧瞧，这回能给我什么好东西？高览，你说的使者呢？大军呢？粮草呢？公子，这位就是主公派来的使者。想必这位就是元宁公子了，在下奉元公之命前来宣读嘉奖。有劳上使。许闻我儿打下平原，可喜可贺。初次掌军，便有此等功绩，实属不易。望再接再厉，以彰我袁氏门风。没了，没了。将军，就这。我的奖励呢？兵马呢？粮草呢？最起码给点金银珠宝吧。元公为赐一兵一卒，也未给半点金银，只是让我来夸你几句。将军息怒，我他妈！老子拼死拼活打下平原县，就给我画个大饼，这也太抠门了吧！这可是主公派来的使者，得罪不得。多谢父亲勉励，有劳使者不远千里跑这一趟，快请金营喝杯热茶，歇歇脚。不了，在下已向元公辞官，打算返回颍川老斋，就不在此地久留了，告辞。等等，辞官回颍川？好巧，风笑啊，你我虽是初识，我却觉得一见如故。实不相瞒，我眼下可是坐在火山口上啊。哦，公子新盛正该春风得意，何来火山一说？风笑有所不知，我夺了平原，公孙瓒那老狐狸必欲除我而后快，还有那北海相孔融，随时可能来咬我一口。眼下我孤立无援，粮草短缺，若是没有破局之法，恐怕这平原县我是守不住了。这水酒淡了些，不过倒也解渴。公子，按理说我不该多嘴，既然你问了，你这平原县，你这点兵力确实守不住。守不住，那就求援呗。求援？哪有这么容易？我拼死打下平原，我爹就让你带几句轻飘飘的空话来。我亲自去求，恐怕也要不到一兵一卒。公子还指望元公增兵呢，别白费心思了。元公眼下根本不在邺城。不在邺城？我爹去哪儿了？三公子去了太行山剿匪，可惜清军冒进，中了黑山贼张燕的埋伏，如今被围在了真宁县。连上这废物，没打过仗还敢去惹黑山贼，找死！元公爱子心切，已经亲自率大军去救了，短时间内回不来。袁绍居然真去救他了，眼下正是猛攻公孙瓒的大好时机，只要大军压境，不出2年就能吞并幽州。他倒好，为了个废物儿子，连天下都不要了。我爹绝非能争霸天下的明主。公子，这话可是大逆不道，要是传到元公耳朵里，对你可大大不利。我这军营里都是我过命的兄弟，我爹听不见。再说了，风笑，我也没把你当外人啊。哦，公子就这么笃定我不是元公的人？你不是都辞官了吗？不如我来猜猜你为何辞官。公子猜猜看。奉孝有王佐之才，却在我爹手下当个微末书佐，连议事的资格都没有。换我也走。更何况我爹麾下派系林立，互相倾轧，他本人又多疑寡断，见小利而忘义。跟着这种毫无胸襟气度的人，别说一统天下，就是坐稳这河北都难。你能不走吗？
公子，我以前还真没看透你，没想到你竟有这等远见，倒叫郭某刮目相看。不过，你说袁公不能横扫宇内，可他如今坐拥大半个河北，是当世最强诸侯，若他都不行，公子觉得何人可以？我爹兵虽多，却算不上最强。中原曹操坐拥3州，猛将如云，更手握汉地，算是个英雄。南面袁术，就连那幽州公孙瓒，要不是他自己作死，我爹想灭他都难。一旦公孙瓒大军压境，再加上青州兵马，公子腹背受敌，别说一统天下了，恐怕小命都保不住。袁绍这个老糊涂，为了救袁尚那个废物，居然把边境的兵撤了。只见过坑爹的，没见过坑儿子的。这下真被推到火坑里了。公子对天下大事竟看得如此通透。那依公子之见，这扫平宇内之人是曹操，还是袁术？都不是。都不是，那是谁？是本公子。公子还真是有趣，不知者无畏，这话放在公子身上倒也贴切。看奉孝的样子，是觉得我在说大话。横扫天下可不是靠嘴皮子，那得是一刀一枪踩着天下诸侯的白骨爬上去的。公子现在不过占了一个小小的平原县，麾下3000老弱残兵，别说争霸天下，就是跟您那几个兄弟争家业，恐怕都费劲吧。接着说，公子还是先操心操心眼前这个死局吧。你打下平原，抓了青州刺史，确实让人刮目相看。但这平原县地处幽青2州交界，青州各路兵马为了救刺史，必然马上杀过来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若只是青州也就罢了，公子别忘袁公为了救3公子，把防备幽州的兵力抽调了大半。你刚刚斩了公孙瓒的大将，夺了他的城池，公孙瓒岂能放过你？奉孝说的不错，这局势确实凶险，不过这也并非解不开的死局。哦，公子还有破局之法？奉孝，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打赌？赌什么？就赌我能不能解了眼下这腹背受敌的死局，再赌我能不能在半年之内打下整个青州。公子好大的口气，既然要赌，赌注是什么？总不能是拿郭某消遣吧？赌注便是你郭奉孝。我？对，若是我赢了，奉孝便入我麾下，做我的军师，辅佐我成就霸业，敢吗？那是若是公子输了呢？哈哈，若我输了，我亲自护送奉孝安然离开河北，再奉上10坛绝世美酒。哈哈哈哈，好，好，好，冲着那10坛美酒，这个赌我郭家应下了。反正我回颍川也不急，就在公子营中叨扰几日，看看公子这3000兵马怎么破这必死之局。一言为定。公子，出大事了！报，探子急报，公孙瓒得知大将被斩，平原失守，勃然大怒，已经命其子公孙旭亲率1万精锐直奔平原杀来。还有，青州那边也动了。北海相孔融为了救田凯，命大将宗保率领5000兵马，正从北海向我们冲进。最多10日，2路大军就会兵临城下。15000大军，5倍于公子的兵力。公子，前有狼，后有虎，这平原县成了一座孤岛了。敌众我寡，2路夹击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公子，敌军15000人，兵锋太盛，咱们手里满打满算就3000人，小半还是刚收编的降军。一旦开战，这帮降兵极有可能临阵倒戈。是啊，公子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咱们已经运走了平原的辎重，不如留个空城给他们，暂退东周，保存实力。退？往哪儿退？好不容易拿下的平原县，就这样拱手让人？可敌我兵力悬殊，这仗根本没法打呀。死局之中，尚有一线生机。你们只看到2路大军，却没看到这里面的时间差。时间差？不错，孔融的兵马距离平原不过几日路程，可中间隔着黄河天险，而公孙瓒想绕过南皮杀到平原，只能走偏僻小路，最快也得半个月。公子的意思是先打孔融？对，趁公孙瓒没到，咱们集中兵力吃掉孔融这5000人，
没了背后牵制，就算公孙瓒杀到，咱们据城而守，也一样能耗死他。公子，就算咱们能拖半个月，公孙瓒那1万精锐到了，咱们还是挡不住啊。除非南皮的守军肯出兵阻截，减缓他们的行军速度。南皮守军虽多，可主帅没有主公的军令，岂会轻易为了咱们出兵？如果南皮的主帅是我亲大哥呢？事不宜迟，我亲自去一趟南皮。你们俩留守平原，死死扼住黄河渡口。孔融就算急破天，也别让他过河。末将领命。文将军，斥候刚传回消息，公孙瓒不知发了什么疯，派了1万兵马绕路往南边去了。哼，他被联军死死围在义京，连个头都不敢冒。这时候还有功夫派兵去青州，不怕联军袭营了？我也觉得蹊跷，但他在青州还有步从，或许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。文将军，咱们要不要派人去半路截杀？没这必要。哦？为何？前几日主公刚抽调走颜良将军和2万大军，如今南皮只剩2万守军。若是咱们贸然分兵出击，南皮空虚，岂不给了公孙瓒可乘之机？将军言之有理。摸不透这诱饵的虚实，就不去趟这浑船。当务之急是固守南皮，等幽州战事结束，再听主公定夺。好，就依将军所言。大公子，门外有人求见。什么人？他说他是您的弟弟。弟弟？袁熙不是在邺城养伤吗？袁尚？也不对，他被黑山贼围困在真定，怎么可能到这儿来？那还能是谁？还能是谁？多半是袁宁那小子。原来是他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宁弟，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南提城来了？袁宁拜见大哥，见过文将军。袁谭与我虽然有些交情，但是想要找他帮忙，他未必会答应，得想个办法了。宁弟，你最近可是风头无两啊！听闻你仅率1000兵马就打下了平原县城，这可是了不得的功绩。快给大哥说说，你是如何拿下的？这些事大哥估计早就听说了，我再说一遍，岂不是在大哥面前班门弄斧？哼！更何况小弟这次专程来南皮找大哥，是为了另一桩要紧事。找我？什么事？几日前，我收到消息，袁尚攻打黑山贼势力被困在了真定县，此事大哥可知晓？我还以为什么事，就这个。袁尚这厮轻敌冒进，被黑山贼打成这副德行，还得劳烦父亲亲自率兵去营救。经此一役，他必然会在父亲心里留下极为不堪的印象。这继承人的位子，恐怕他是无望了。大哥，小弟认为此事却恰恰相反。宁弟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为何这般认为？大哥只需要想一想，换作是你我，或者是二哥被困在真定，父亲会不会抛下大局，亲自率领主力大军前去营救？这次父亲亲自去救他，不但不会让他失宠，反而会让父亲麾下那些见风使舵的幕僚们看清形势，他们会认定袁尚就是未来，从而死心塌地投靠到他的麾下。到时候绝大部分的重臣都支持袁尚。大哥，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吗？好个袁尚，吃了败仗竟然还能因祸得福。不过大哥也不必太过焦虑，现在还没到那种时候，大哥还有机会。我这次来就是专程来帮大哥你的。帮我？对，大哥也知道我与袁尚立下了军令状比试，若是他日后掌权了，绝对没我的好日子过。我自然不愿意看到他上位，要执掌袁家，我袁宁第一个支持大哥。宁弟，我倒是想知道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。这事不难，只要大哥借我5000兵马，让我去扫荡青州，将青州的公孙瓒余党彻底剿灭，一统青州。到时候弟弟我的风头一定能盖过袁尚，就算有父亲疼爱，也会有无数人站出来反对立他为嗣，这是一举3得的好计。借你5000兵马，宁弟，你太看得起大哥了。先不说我有没有5000兵马借你，就算有，你觉得父亲能准许我把兵借给你？你这想法未免太异想天开了。早知道你不会答应，先抛出一个难的，你不答应，等我说的简单的，你就不好拒绝了。大哥说的是，
就算大哥愿意，父亲那边也绝不会答应。不过小弟还有一事，不知大哥能否相助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公孙瓒派了一支兵马南下青州，这事大哥可听说了？这支兵马多半是冲着我来的。我夺了平原县，切断了公孙瓒和青州的联系，他自然不会善罢甘休。大哥也清楚，我手下就那点人，绝对挡不住这支大军。若是他们到了平原，我只能撤退。别说进攻青州的公孙瓒余党，连平原县都保不住。到时候这武略比试，我必输无疑。大哥，我准备率军进攻济南郡，不能在此久留。能不能请大哥帮小弟挡住这支援军？就算挡不住，拖延一二，让他们晚些到平原，也是莫大的恩情。此事为兄可以答应。你放心去吧，我会派人去阻拦。至于能不能拦住，我就不敢保证了。若是小弟没记错，大哥是父亲亲封的青州刺史。等弟弟打下青州，大哥这青州刺史的名头才算名正言顺。好，宁弟有这份心，大哥我就知足了。你别急着走，去我的武库里带些军械，我那儿还有一批闲置的弓弩，你打青州肯定用得上。多谢大哥，小弟这就去。公子，你当真要去拦公孙瓒的人马？这可是替他人做嫁衣。袁宁刚才说的对，父亲这次兴师动众去救袁尚，信号太明显了。我们若是坐以待毙，不知会有多少人倒向那小子。帮袁宁，就是帮我们自己。可是公子，万一袁宁真打下了青州，让他做大了怎么办？哈哈哈哈！文将军，你多虑了，一个数字而已，就算做大了又如何？还有什么资格跟我争？一举三得的好事，怎么看都必须去做。既然如此，末将愿亲自带队，率3000铁骑前去截杀。好，有文将军亲自出马，此事必定马到成功。公子，这是大公子吩咐的50副长弓，请您查收。好弓，这趟南皮真是没白来。袁谭这老小子还算有点兄弟之情，等我以后上位了，这个人情倒可以还给他。带上东西，立刻回平原。公子，此行去南皮可还顺利？大公子答应出兵了。不仅答应了，走的时候还送了我50副上好的长弓。他会派兵去拦公孙旭，咱们的压力能轻不少。太好了，有大公子挡着公孙旭，咱们只需死守平原，等孔融那5000人马粮草耗尽，危机自解。守？我可没打算守。平原县东北方向的安德县距离不远，更是渤海郡通往这里的重要通道。我决定明日出兵攻打安德。公子不可呀，咱们满打满算也就3000多兵马，防守平原尚且捉襟见肘，哪还有余力去打安德？是啊，公子。安德虽只有数百守军，但城高墙坚，一旦久攻不下，咱们主力疲于奔命，平原县可就空虚了。平原县城池坚固，粮草充足，咱们闭门不出，耗个3-5个月不成问题。主动出击，在野外跟敌军硬碰硬，万一损兵折将，全盘皆输啊！张将军，你以为龟缩在城里就能活命？最好的防守是进攻。我大哥就算出兵，万一没拦住公孙瓒的援军怎么办？等公孙瓒的人马和孔融那5000人在平原城下会合，那就是5倍于我们的兵力。到那时，平原就是个铁桶，咱们就是桶里的王八，除了等死，还有第二条路吗？那公子非要打安德县，究竟是何用意？安德是附近的重镇，也是连通北海的要冲。我们大军围住安德，公孙瓒的人马一到，第一时间就能收到消息。更何况，我围安德是假，我真正的目标是孔融那5000兵马。公子此计简直太妙了！张兄，公子，你们打什么哑谜呢？怎么就妙了？高将军，孔融虽有5000人，但他不敢轻易强攻平原，因为没有把握。这里也是会合公孙瓒的必经之路。如果孔融半路上听说我们正在死磕安德县，你猜他会怎么做？他肯定急了，必定会阵脚大乱，加快行军速度赶来救援。没错，人在着急赶路的时候破绽最大。我们只需在他们必经之路上设下伏兵，就能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到时候就算兵力悬殊，咱们的赢面也极大。区区5000人马不足为虑。
公子深谋远虑，短短几日竟想出如此破敌妙计，亏我和高将军还在发愁如何死守，这下全盘接活了。既然明白了，事不宜迟，立刻去准备，明日一早大军开拔。另外，把咱们练的骑兵分出一部分当斥候，全部撒出去。诺。平原郡方圆100里，任何兵马调动的风吹草动，我都要一清二楚。末将领命。孔融，你这5000人马的开胃菜，我吃定了。张县令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下来了不成？平原县的探子传回急报，袁宁的煞兄亲率3000大军，正朝我们安德杀来。冲我们来的？顶多2日的功夫就要兵临城下了。大人，咱们就500-600号人，大半还是些勇将平长。平原县那么厚实的城墙都挡不住他，咱们这小破城怎么守？不如咱们弃城，逃去济南郡吧。放屁！弃城就是死罪，可留下来也是等死啊！死不了。你以为袁宁是猛虎下山？他这是大难临头，自寻死路。我昨日刚得密报，孔北海麾下大将宗保已率5000精兵抵达济南郡，距离我们只有1河之隔。另外，主公的1万大军也在路上。袁宁这是知道大军压令，狗急跳墙了。只要我们死守几日，等援军一到，他就是瓮中之鳖。可就咱们这几百号人，拿什么死守啊？所以要快。你即刻派快马去济南郡求见宗保将军，告诉他袁宁倾巢而出，让他火速带人驰援安德。只要宗保大军赶到，趁机截断他的退路，5000大军将安德县一围，袁宁必败无疑。县令英明，卑职这就去办。袁宁啊袁宁，你这块硬骨头就留给宗保去啃吧。宗保将军，袁宁大军距安德已不足1日路程，我家县令叩请将军速速发兵救援。知道了，带他下去领场休息。叔侄，这事儿你怎么看？将军是不是在考虑率军前往安德县救援？先生觉得呢？我不建议改道去安德。袁宁敢在这时候离城去打安德，说明平原县里并未预留多少兵力。若是此刻我们打下平原，就等于切断了袁宁的回退线路，届时安德之危自然迎刃而解。叔侄，你说的在理，可你想过没？是我们打下平原的几率大，还是袁宁打下安德的几率大？我们不知袁宁在平原留了多少人，就算只有1000，平原好歹是郡城，想打下来确实不易。安德不过是个驻守500-600人的小县城，袁宁就算只有2000兵马，只要带足攻城器械，不出几日就能拿下。将军的意思是，万一我们在平原城下久攻不更，袁宁却拿下了安德，反过头来杀我们一个回马枪。没错，到时候麻烦的就是我们了。所以改道去安德，既能截断袁宁返回平原的退路，还能救下安德县，岂不美哉？将军，袁宁这个时候打安德，本身就透着古怪。他兵力不多，不在平原死守，反而跑来打野战。我担心这是诱敌之计，他想在野外伏击我们。诱敌？他拿什么诱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就是书生之见，太谨慎了。袁宁小儿不过是靠着坑蒙拐骗拿下了平原，真论硬仗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哈哈哈哈！将军，不可轻敌呀！我手握5000精锐，就算他真在野外设伏，本将也能正面碾碎他。要是他龟缩在城里，我还嫌麻烦；他敢出来，正好一网打尽。唉，宗保刚愎自用，只怕要吃大亏。传我军令，全军即刻拔营，改到安德县。本将要活捉袁宁。高览，东平陵那边有动静了吗？回公子，派出去的斥候还没传回消息。宗保要是缩着不出来，我这出戏可就白唱了。安德这块肥肉，孔融不可能不眼馋。公子，上钩了！探子来报，东平陵兵马出动了。
往哪边去了？平原还是安德？没去平原，直奔安德来了。哈哈哈，好，好，好，宗保啊，宗保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公子，他们有5000人，咱们若是硬拼，恐怕伤亡不小啊。谁要跟他硬拼？从东平陵来安德，只有一个渡口，只要他们渡河，就是活靶子。我要在黄河边半渡而击，让他这5000大军不战自溃。高览听令。末将在。你带500人留在安德，继续虚张声势，给我死死盯在这里做掩护。张合，带上剩下所有兵马，火速随我赶赴黄河边。我要让宗保的大军全部葬身黄河。末将领命。哈哈哈哈！传令下去，让前锋军抓紧歇息，等后续主力一过河，半日之内杀到安德，把袁宁给我包了饺子。哼，将军神机妙算，那袁宁现在肯定还蒙在鼓里呢。哼哼，跳梁小丑罢了。滴血，有滴血！全军出击，斩敌手者，官升3级，赏钱万贯。滴血，有埋伏！是袁宁，是袁宁的兵马！我的腿！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袁宁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将军，是埋伏，半渡而击，我们中计了。将军，不能再犹豫了，快鸣金收兵，能撤回来多少是多少。再晚一步，这2000人就全军覆没了。鸣金，给老子鸣金撤退！让开，快上船！哈哈哈哈！公子，你看，宗保那张脸比锅底还黑。宗保将军，我袁宁在此恭候多时了，这份大礼可还喜欢啊？袁宁小儿欺人太甚，我宗保发誓不杀你，誓不为人。将军息怒，当务之急是收拢残兵，我们还没有输。2000精锐，2000精锐呀，就这么没了，我还怎么赢？将军忘了，公孙将军的援兵马上就到了，只要我们与援军会合，区区袁宁，弹指可灭。对，公孙将军，我们还没败。袁宁，你给我等着，等公孙瓒的大军一到，就是你的死期。本将要亲手取你首级。公子，此计当真是神来之笔。末将跟在公子身边，才知何为用兵如神。此战太过轻松，宗保麾下不过是一群乌合之辈，战果如何？回公子，此役斩敌800余，俘虏621人。据俘虏交代，渡河敌军共2000人，其余尽数溺死于黄河，只有寥寥数十人逃回对岸。我军伤亡了？我军仅阵亡27人，伤40余人，皆为轻伤。公子麾下将士经历此战洗礼，已然是真正的精锐。以1000对2000，几乎完胜。是宗保太菜，还是我真的有几分天分？你们的武器还给你们，现在给我冲！第一个登上城楼的，不仅无罪释放，还可入我麾下，但有后退者，杀无赦。安德县竟被你正面攻下了。区安德，顺手而为。此番出征，真正的目的是恐容那5000援兵。
冯相，宗保的5000人已在黄河边折损过半，宗保以不足为虑。围魏救赵，你真正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宗保的大军。公子，你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哈哈哈哈哈！冯笑，更让你刮目相看的还在后头呢。哦，让我想想，莫非是公子已经想好了如何对付公孙瓒的援兵？冯笑果然聪慧，一点就透。他们若不来便罢，若是赶来我平原，我定叫他有来无回。原以为袁氏子弟皆是碌碌之辈，没想到竟藏着这等人物。若公子真能拿下青州，我郭家愿为公子之军师效犬马之劳。好，凤啸一言为定，驷马难追。公子，南皮吉信是大公子派人送来的。哈哈哈，好啊，我这位好大哥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公子何事如此高兴？凤啸，你看，我大哥以命文丑率3000铁骑，在千重县截住了公孙瓒的援兵。此战文丑大破敌军，斩首2000，大胜固然可喜，但这信上说，公孙瓒的残部往南边乐安郡逃了。公子，安德县已彻底掌控，末将留下1000兵马驻守，城中若有风吹草动，立刻便能知晓。好，干得漂亮。高览，你办事我放心。既然安德已定，你正好腾出手来替我办件大事。请公子吩咐。打高唐。公子三思啊！公子，高唐可是青州的咽喉渡口啊。公子，高唐乃水陆要道，易守难攻。且不说平时就有1000余驻军，事后刚传回消息，宗保的残部已经退守高唐。不错，两军会合，高唐如今至少有3000重兵，没有大型帆船，我们怎么渡过黄河？公子，兄弟们连打2场血战，早已疲惫不堪。若是此时强攻高唐，实在太过仓促，还请公子从长计议。从长计议？等公孙旭在乐安郡休养半个月，兵强马壮的来打我们吗？你们觉得将士疲惫，不宜出战？宗保也是这么想的。他刚吃了个大败仗，犹如惊弓之鸟，必定以为我们会在平原休养生息。兵法云：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公子此计甚妙。我要的就是这个时间差。他以为我不敢打，我偏要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只要拿下高唐，青州的大门就彻底对我们敞开了。可是公子，渡河的问题怎么解决？我早有安排。你们附耳过来。妙啊！公子此计简直是神来之笔。宗保做梦也想不到我们会用这招，末将这就去准备，定叫那宗保有来无回。传我军令，全军集结，目标高唐。家主，平原郡急报。这小子居然又赢了，而且赢得这么漂亮。二哥，看我们给你带什么好吃的啦！二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是生意上出了问题吗？不，是你的心上人又给咱们送来一份大惊喜。他，袁宁他怎么了？是不是又打赢了？快告诉我！何止是赢了，宗保倾巢而出，被他在江面上用半渡而击，轻松取胜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他一定可以的。我的天，二哥，这个袁宁简直是天神下凡，居然能屡战屡胜。我以为他是一匹千里马，没想到他是一只即将苏醒的猛虎。这一笔投资必须追加，而且要下重注了。二哥，你的意思是？锦上添花永远不如雪中送炭，他现在根基不稳，正是最需要我们的时候。这场豪赌，我们甄家加注了。报！相国，前线急报！慌什么？可是宗保将军大破敌军，传回捷报了。相国，宗将军在黄河边遭遇埋伏，5000大军折损过半。宗将军带着残部已经退守高唐了。
你说什么？5000大军折损过半，千真万确，贼军狡诈，宗将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呀！宗保乃我麾下第一猛将，怎么会败得如此凄惨？那元宁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庶子误我，宗保啊宗保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出师未捷，竟遭此大败。田刺史危在旦夕，如今我军大败，想要解救田刺史，这青州的局势怕是难了。庶子误我，只可惜武安国不在，要是他亲自领兵，定能砍了元宁小儿。国相息怒，宗保将军虽遭遇溃败，但残部尚存，高唐并未失守，咱们还有机会。机会？现在兵无战心，将无斗志，咱们上哪儿找人去支援他？国相难道忘了上次替我们去平原县找刘玄德求援的那位义士？你是说东来太史慈？子义确实勇冠三军，可他上次帮完我们，就借口南下游历，离开了青州。这天下之大，犹如大海捞针，上哪儿找去？国相放心，我刚得到确切消息，半个月前太史慈的母亲病重，他已经回黄县伺候老母亲了。当真？千真万确。国相，只要您亲自前往黄县，放下身段拜会其母，太史慈至孝定能感念您的恩情，出山相助。哈哈哈哈！天不亡我，常旭立刻备马，我们即刻启程去黄县。公子，咱们把平原县的兵力全抽空了，就凑了这3000人，如今连艘像样的大船都没有，真要强渡高唐？谁说我要强渡了？不强渡，那这3000人，还有这满船的草人，张将军，这叫攻心。宗保现在就像一条疯狗，急着咬人挽回颜面。大型楼船咱们造不出，只能用这小舟，硬拼水战，咱们占不到便宜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陪他玩玩消耗战。传令下去，等天彻底黑透，把这些扎满草人的小船全给我放出去，击鼓呐喊，动静越大越好。公子是想骗光他们的箭矢？末将领命。公孙旭的援兵呢？连个鬼影子都没有，难道就让老子在这儿干缩着当乌龟？报！将军，江面上发现大量敌军船只，谁的兵马？是不是元宁那小畜生？天太黑，看不清具体兵力，但船上打着的的确是袁自奇，密密麻麻，正朝渡口逼近。哈哈哈，好得很！老子没去找他，他倒是自己送上门来找死了。传我军令，全军立刻到渡口集结，登船迎敌。今晚我要拿元宁的脑袋当夜壶。将军且慢。舒志，你又有什么事？难道要拦我杀敌？将军，元宁区3000兵马，前次在安德设伏已是出其不意。他刚打完胜仗，不在平原镇休养，怎么敢突然连夜走水路强攻高唐？这其中必有诈。哼，军师你就是胆子太小，能有什么诈？多半是那元宁小儿飘了。上次让他赢得太轻松，他真把我们当成随意拿捏的软柿子了。可他手中根本没有大型战船，以江面水战攻我高唐，这不是找死吗？以我之见，绝对不能贸然出击，先看看对方到底耍什么花样。行，上次没听你的吃了大亏，这次我听你的。走，先去渡口看看情况。还真是元宁的兵马，看着阵仗，起码动员了2000人以上。将军，敌军船只正在向我军靠近，是否立刻下令出击？好，全军准备。慢着，不急，让他们再靠近一些。舒志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既然元宁狂妄到敢来送死，我们就在这高唐城好好陪他玩玩，不用急着正面交战。传令弓箭手，全部上码头，先射他一轮。等箭矢消耗敌军大量兵力，士气大跌，我们再登船作战，此战必破。哈哈哈，好计策，还是军师想的周到。就这么办，传我将令，高唐县所有弓箭手立刻全部拉出来，在码头集结。列阵，给我放箭！哈哈哈哈哈！元宁小儿敢夜袭我高唐，
真当老子是吃干饭的？敌军冲锋速度减缓了，给我继续射！再射，再射！给我把他们的船射成筛子，我看他3000人能撑得住几轮？不对，很不对劲。怎么了？敌军都被我们压得抬不起头了。同志，怎么了？这帮敌军都被我们射得屁滚尿流，连头都不敢冒了，你怎么还愁眉苦脸的？不对，将军，你仔细听。听什么？惨叫声。我们射了不下几千支箭，就算大部分落空，也总该有中箭的吧？可江面上连半点哀嚎都听不到。对呀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除非这船上根本就没有活人。没有活人？难道我们又中计了？不可能！我明明看到船上站满了士兵。将军，管他有没有人，既然他们不敢动，咱们干脆点燃箭矢，以火攻牵制敌船，看他们还如何进攻高唐。对对对，放火箭，给老子烧死他们！看袁宁那小儿还怎么得意！不可，万万不可！为何不可？将军，你感受一下风向，眼下刮的可是南风，一旦放火箭点燃敌船，他们若是弃船，失去控制的火船必定会被风吹向我们码头。袁宁用的不过是些破烂小船，可我们停在码头的全是正规战船，要是把咱们自己的战船给引燃了，那可是自断双臂啊！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我们的箭矢可不多了。几轮箭雨下去，就算有活人也死绝了。传令全军登船，正面迎战，把他们的船全给我缴获过来。好，就依你，全军听令，立刻登船，给我杀过去！哈哈，将军，你看宗保这个蠢货果然又上当了。公子神机妙算，用草船诱敌出城，这计策绝了。我麾下只有3000兵马，强攻高唐渡口无异于送死。既然不能强攻，那就只能把他们引到江面上来打。公子特意挑了这个南风天，就是算准了王修多疑，不敢轻易放火箭烧船。张将军，你看那边，是高览将军的骑兵，他们已经绕到敌军后方了。宗保倾城而出，城中空虚。等江面上大火一烧，高览直接突袭他们后方，高唐渡口今夜必破。弓箭手准备，放箭，给他们加把火。一个不留！全是草人！中计了，船上根本没人，全是草人！快，把船都划回去！就算全是草人，把船带走也是大功一件。不好，情况不对，敌军发动攻势了！快撤离，事态失控了！火攻，敌军有火攻了！快让将军把船掉头！不可能！袁宁怎么会自己动用火攻？他的船都不要了吗？他袁宁就是用船只射饵引我们上钩啊！撤！快下令撤退，让所有人都撤回来！来不及了，船全挤在一块儿，根本掉不了头。启禀将军，大事不好！高唐县外突然出现大量敌军骑兵，正朝码头杀来，不足3里了。什么？袁宁的人马什么时候渡的河？他哪来的骑兵？来了多少人？天太黑看不清，但听动静，至少有数百骑。数百骑兵，袁宁小儿思虑好生毒辣，不但火烧高唐，还要断我们后路。我命休矣！既然退无可退，那就跟他拼了！叔志，掩护大军撤退的事交给你了。我现在带剩下的人去拦住那帮骑兵，给大军争取时间。将军保重！来得好，让我瞧瞧你有几分本事，敢在你高览大爷面前嚣张！贼子休要猖狂，吃你宗保爷爷一刀！你，好大的力气！就这点本事也敢拦我？结束了。
哈！高将军，此战夺取高唐，以镇斩宗保，居首功。公子过誉了。若不是公子用飞船射饵吸引敌军火力，末将哪能这么轻易杀进来？宗保那个蠢货，真以为我会烧自己的主力战船？我不过是用几条破木船换了他这几十艘精良战船。经高唐渡口以下，整个济南郡的大门对我们敞开了。公子，高唐虽下，但战机稍纵即逝。张将军有何高见？宗保已死，敌军群龙无首，残兵正往东平陵方向逃窜。东平陵乃是济南郡治所，此前为了守高唐，东平陵已经被抽调了一半兵力，如今城中空虚至极，顶多只有500-600守军。你的意思是打时间差？正是，趁这帮败军还没逃回城，我们一鼓作气，直接拿下东平陵。高将军拿了首功，这打东平陵的差事交给我。好，麾下3000儿郎正士气如虹。张将军，我命你即刻率军奇袭东平陵，拿下了他，我亲自为你请功。末将领命。快，都别停下！只要逃回东平陵，我们就能喘口气。大人，弟兄们跑不动了，东平陵还有多远啊？再跑10里。等回了城，我立刻向孔融大人求援。袁宁小儿，我定要让他血债血偿。报，大人，不好了，敌军追上来了！什么？来了多少人？黑压压一片，少说也有2000精锐，正朝着我们的方向扑来。完了，我们这区几百残兵，拿什么挡2000人？死定了！等等，2000人？袁宁刚打下高唐，不需要派这么多人追杀我们这几百条丧家之犬。他们的目标绝不是我，而是兵力空虚的东平陵。全军听令，立刻放弃前往东平陵，全体改道，向北撤往台县。大人，东平陵不要了！你懂个屁！他们是冲着城池去的，我们现在回东平陵就是自寻死路。改道，快！是王修那帮高唐逃兵。正是，但他们似乎察觉到了我们在追，半炷香前突然改道，往北面逃窜了。将军，要不要分出一支兵马追上去，把这帮余孽剿干净，免得留有后患？追几百条丧家之犬，耽误了攻城的大事，你担当得起吗？末将知错。王修倒是聪明，知道弃车保帅。既然他们主动把路让开，也省得我们浪费力气。传令全军，天亮之前我要看到东平陵的城头插上我军的大旗。上！问清楚没？城外到底是谁的兵马？回太守，他们自称是宗保将军的人，可小人伸长了脖子看，根本没见着宗保将的影呀。那就让他们在城外扎营。他们不干，扬言若不立刻打开城门放他们进去，就要强攻。强攻？上次宗保抽走了一半兵力，如今城里就剩500-600号人，对方黑压压一片，少说也有几千，这怎么守得住？太守大人，咱们根本挡不住啊！万一惹恼了对方，强攻进城，把咱们都给杀了怎么办？那依你之见，倒不如直接放他们进来，不管是敌是友，咱们主动开门，态度摆在这儿，总不至于对咱们赶尽杀绝吧？再说了，谁占了这城，不都得要咱们帮忙管事儿吗？言之有理，不管是敌是友，都放进来。若为盟友，不可拒之门外；若为敌人，免于一场战乱，也是为了保全这满城百姓免遭战火。去，传令开城门。遵命。哼，一群贪生怕死的软骨头！全军听令，进城，接管城防，把城里的官吏全给我看押起来。启禀将军，城外突然出现一支兵马，请将军定夺。什么人？可曾谈问？对方打着孔融的旗号，说是去支援高陶的援兵，足有3000人马。孔融的援军3000人，好险！要是公子晚2天打高唐，等这帮人到了，胜负可就难算了。来的真不是时候。领军的是何人？那人自称太史慈。太史慈？孔融手下有这号人？走，随我上城楼看看。
丞相听着，我等乃孔国相麾下，借道前往高唐，欲在此歇息一晚，速速打开城门，明日一早便走。要是放你们进来，城池易主的事就露馅了。不过既然送上门来，岂有轻易放走的道理？城下的兄弟，你们统帅可在？上前2步答话。此人举手投足间透着万钧之力，绝对是个顶尖高手。就算是我，对上他恐怕也没有必胜的把握。阁下莫非就是太史慈将军？不敢当，算不得什么将军，不过是受孔国相所托，为其分忧解难罢了。将军，大军路过宝地，想要在此地借宿一日，最好能为我等准备一些粮草辎重。我等还要尽快赶赴高唐会合宗保将军。将军说笑了，你们要进城的话，确实有些为难了。城中不算宽阔，加之最近青州不太平，没有太守的命令，我们不敢轻易放大军入阵。那依将军之见，当如何？不如这样吧，将军带几名亲信进城，随我去面见太守。若是将军能够说服太守让大军入城，我等自然没有意见。如何？只要把你这个主帅骗进来，关门打狗也好，瓮中捉鳖也罢，必定能将你拿下。到时候城外群龙无首，必定不战自降。这恐怕不好啊！既然太守不愿意让我等入城，那此事便作罢。我的人在城外安营扎寨也可。明日一早，我们就离开东平陵，直奔高唐而去。告辞。真是可惜了，既然无法轻易骗进来，那就只能硬杀了。传令下去，今夜出城劫营。冲！把他们都杀光！有情况，敌袭！今日我一到县城，就察觉城楼上的守备兵马明显不对。哼，居然被发现了！看来下午的时候你们就已经知道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东平陵据我所知，只有1000余守军，数量、调动、守备位置，加之你刻意让我进入城中，我已经心生戒备。本来只是多留了一个心眼，没想到预感成真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元宁公子麾下兵马，本将军看你也是个人才，可愿转投我家公子？我家公子最是礼贤下士，以你的才干，封侯拜相不在话下。元宁的兵马出现在这里，高唐已经凶多吉少，宗保将军恐怕已经战败了。怎么样，考虑的如何？哼，我受人所托，断然不会做出临阵投敌的事情。少废话了，让我瞧瞧你有几分本事，敢如此大言不惭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上！喊招！好霸道的刀势，是我生平所见的对手中，你也能排得上号了。虽不及那刘玄德的二弟关羽，却也是一位厉害的猛将。此人武艺绝顶，我绝不能硬拼。只要缠住他，等大军杀进敌兵便可。不好，再这么下去，
他是在拖住我，必须尽快击败他，提振士气。将士们，我们的援兵来啦！管他是敌是友，先炸他一仗！不好，我这些新兵本就不是对手，如今对方又来了骑兵，再打下去，只有群军覆没。这次就到此为止，后会有期。吹号，撤！不知是敌是友，贸然追击，恐遭夹击，先回城。收拢兵马，放弃打扫战场，全军速速退回城中。城上可是张合将军？我乃高览，奉公子之命前来支援。军义，我估摸着你这会儿应该打下东平陵了，所以率兵前来支援你。看来你已经得手了。原来是公子，快打开城门，恭迎公子入城。张将军，恭喜啊！夺取东平陵，你可是立下大功了。侥幸侥幸，若不是公子和高将军突然赶到，我今天恐怕要在东平陵栽一个大跟头了。哦，此话怎讲？事情的经过就是如此，难怪我们来的时候好像看见城外有兵马交战的痕迹，我还以为是张将军你攻城的战事没结束，没想到是另一场恶战。那孔融派来的援军为首的将领叫什么名字？你与他交手感觉如何？此人武艺绝顶，我与他交手近30回合，竟占不到半点便宜，是我生平罕见的猛将。他叫什么？他说他叫太史慈。果然是他。公子知晓此人？何止知晓，此人本是东来郡中小吏，为避祸端远走辽东，练就一身本事。你们下次再遇到他，务必小心他的剑术，那才叫出神入化。真正让我记住他的，是几年前黄巾残党围困北海，孔融束手无策，就是这个太史慈单枪匹马杀出重围，去平原郡请来了刘备的援兵。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原来如此，难怪我与他交手时感觉压力极大。此人真乃一员虎将。我本以为他早已离开青州，没想到还在孔融麾下。有他在，我们想对付孔融，怕是有些棘手了。算了，此事暂且不急。经此一役，孔融的兵马也损失惨重，他一时半会儿也无力再犯。当务之急是先在济南郡站稳脚跟。传我命令，立即派兵将济南郡下辖各县全部拿下，趁机在此地招募兵马，扩充实力。待我们兵强马壮，区一个太史慈，又何足惧哉？废物！给你那么多兵马，竟被一群乌合之众围困在真定。为了救你，我大军星夜驰援，连折数万兵马。你说说你这般无能，日后为父如何将这偌大的基业交托于你？父亲息怒，孩儿只是一时失察。那黑山贼张燕勇猛过人，绝非孩儿能力不行，实在是贼将太过凶悍啊！主公息怒，此次事件确实不能全怪三公子办事不力，那张燕确实有几分真本事。哼，连个山贼都打不过，还有理了？主公难道忘了几年前那号称飞将的吕布勇冠天下，奉命去讨伐黑山贼时，不也差点在张燕身上栽了跟头？连吕布都吃过苦头，足见这群贼寇绝非寻常乌合之众啊！尚儿毕竟是我最疼爱的嫡子，罢了。起来吧，这件事情就不怪你了。不过
你要以此为训，绝不可再犯同样的错误。多谢父亲，孩儿定当铭记在心。主公，喜事，天大的喜事啊！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主公，青州方向送来的800里加急战报，元宁公子接连大胜，他火烧高谭，夜袭东平陵，如今打下了整个济南郡。什么？元宁仅靠3000兵马就打下了济南郡？仅靠1营兵力连战2郡，元宁公子用兵如神，武略惊人啊！真没想到主公膝下竟有如此勇猛的儿子。元宁麾下不过区1营兵马，打下平原县已属不易，他又哪里来的兵力去攻打济南郡？更何况平原到济南中间隔了一条黄河，他手下又无战船，如何能够渡河？主公，这就不得不提元宁公子之聪明了，他竟趁夜利用几条破船吸引敌军主动出战，随后一把大火一举击溃驻守高唐的3000敌军，乘势追击，兵不血刃，夺下了整个济南郡。一个庶出之子，风头竟彻底盖过了我的嫡子，若任由他做大，岂不是要威胁到上儿的地位？改立庶子为嗣，断然不可能。算他没有给我袁氏丢脸，能够打下济南郡，确实表现不错。主公，元宁公子以弱胜强，立下如此盖世奇功，极大的振奋了我军士气。主公不对其进行重赏吗？主公，元宁公子接连传来捷报，振奋军心，此举实乃不易，卑职也认为应当重赏。请主公重赏元宁公子。若此时强行压下不赏，我偏爱嫡子的心思岂不是昭然若揭，平白惹人闲话，坏我名声？既然诸位先生都觉得应该进行嘉奖，那我便遵照大家的意思办吧。传我军令，既然他打下了平原郡，便让他领平原郡太守一职，同时从大营调拨2000兵马给他。主公啊！朝廷死他的！主公，朝廷派了使者送来诏书，封主公为建德将军，我们要不要派人好好招待一番？既是天使，自然得好吃好喝供着，你们看着办就行。主公，如今南方已定，是不是该考虑去把陛下接来了，将陛下迎入许昌？我们奉天子以令不臣，以此挟天下诸侯，时机已经成熟了。这事儿牵扯太大，手底下那些个武将，可不想平白无故给自己找个爹。明天把他们都叫来，大家一起议议，再做决断。对了，主公，还有件小事。说，北边的袁绍突然跑去打太行山的黑山贼，结果在常山郡惨遭大败，折了3万多兵马。文若，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袁本初被黑山贼打败了，他也有今天。他好端端的去惹那帮黄巾贼干什么？人家在太行山窝了这么多年，号称100万之众，手里还有骑兵，是他能轻易对付的？据说这事儿跟他2个儿子有关。哦，河北甄家想要与袁绍联姻，袁绍为了决定人选，竟让2个儿子比试武略，胜者娶甄家女。3子袁尚去打黑山贼，中了埋伏被死死围住。袁绍心急去救，结果又中埋伏，虽打退了贼军，自己却损失惨重。袁本初就是死要面子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事儿，他一句话定了就行，非要弄什么比试，肯定是想让心爱的儿子娶甄家女，又不想落人口实。毕竟甄家商贾出身，配不上他4世3公的门楣。让我猜猜，比试的肯定是次子袁熙跟3子袁尚，对不对？难不成是长子袁谭？他那几个儿子我都见过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除了这俩还能有谁？是一个名叫袁宁的庶子。袁宁，这名字倒是头一回听。此子只用2000兵马就打下了平原郡，最近更是趁夜渡过黄河，兵不血刃占了济南郡。竟有此事，真没想到袁本初膝下居然能生出这等麒麟啊！哼，不过也没关系，我儿曹昂绝不比他袁绍的儿子差。对了，文若，你上次给我推荐的那个郭凤德什么时候到？已经收到回信了，算算日子，这几日便到。好，来干饭。报，公子，前线战报，又赢了，元宁公子又赢了。二哥，
前线又传捷报了，刚下平原，又破济南，元宁公子仅凭那么点兵马，连战连捷，太快了，连我给他准备的粮草辎重都没来得及送过去，他就又打了大胜仗。这元宁公子也太厉害了吧！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，他用兵如神，这般盖世英雄定能凯旋归来，与我甄家联姻。那袁尚算什么东西？元宁公子比他强100倍。听说袁尚去打黑山贼，连带着袁绍去就都吃了大败仗，折了3万人马。这下袁家可有好戏看了。二哥，立刻派人们把备好的辎重送去济南，我要让他知道，我甄家永远是他最稳定的后盾。公子，探子来报，太史慈退军后，已经与宗保的残兵会合了，现在屯兵3000，就扎在50里外的一座县城，那是咱们去北海郡的必经之路。随他去。哼，咱们能拿下济南郡已是侥幸，现在手里就3000人马，短时间内我们应当扩充实力，招兵买马，不宜再开战事。对了，咱们打下济南郡的战报早就送回邺城了，那边什么反应？主公目前不在邺城，具体的消息我们也不清楚。上次打下平原县，那抠门的老爹就派人送来几句轻飘飘的夸奖，这次连下2郡，他要是再敢一毛不拔，我非得骂娘不可。嘴上夸出花来都没用，实质性的奖励落到手里才是真的。我就不信他这次还能舔着脸装死。公子，主公的使者到了。哦，这次该不会又是个跑腿的，过来夸我2句就走吧？不，这次不是，城外来了好些人马。走，出去看看。冯骥，这老狐狸可是袁尚的死党，他跑来凑什么热闹？冯护军，你怎么来了？元宁，主公听闻你攻去了济南，立下大功，特命我来嘉奖你。主公赏罚分明，你此番打下平原、济南2郡，有功就要赏。这是主公的文牒，委任你为平原郡太守，同时抽调2000兵马给你紫苑。2000兵马，这可是雪中送炭啊！怎么有2份文牒？哦，一份是你的，还有一份是我的。你的？主公担心你初次掌兵，不懂军中规矩，特命我来给你当军师。好一招明升暗降，派这么个老东西来当军师，分明是沈培和袁尚急眼了，想架空我。元宁，你可听明白了？大胆！元宁，你要作甚？冯骥，你既是父亲委派给我的军师，那便是我军中下属。既是下属，谁给你的狗胆敢直呼本太守的姓名？我乃主公亲派。规矩就是规矩，在我的地盘，就算是龙你也得给我盘着。请军师称太守。请军师称太守。冯骥拜见太守，这才是冯骥失礼，还望太守恕罪。冯军师，以后在军中可得长点记性。是。平原太守还不够，下一步我要当青州刺史，袁家我做主。